这样声音 OK 吗？可以哈。还是只有左边啊？哦，好。应该是这一颗，你的音量大一点。对，是的。对。哎，不对，不好意思，是这一颗。对，这一颗，对，这一颗是你的声音的大小。好了，那我请吴老师，可以了。觉得打剑的时候很开心，因为可以跟自己想要对战的人打，然后打赢他，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很开心。其实很复杂，因为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像是会紧张，因为上赛场的时候，就是你戴了头盔会有一种压迫感，然后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有点紧张，那也会很兴奋，因为击剑本身这个过程很快。你无法预测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会觉得很兴奋，那也会有一点害怕，因为虽然我们有穿护具，但是被这种剑戳到还是会很痛。不过我觉得玩击剑本身还是很有趣的。在训练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在比赛的时候心情虽然会很紧张，但比赛赢了还是会很开心。在训练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辛苦，但是在比赛的时候会给自己带一句话，就是输了不要气馁，赢了不要得意。击剑运动需要高度的专业技巧，所以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敏捷、反应、速度、爆发力、肌力等等。然而在每一次的比赛当中，小朋友都可能面临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所以我希望小朋友借着参加这一次的比赛，能够从中学习胜不骄、败不馁，勇于接受挑战，享受击剑的乐趣。I started fenc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I still remember being super nervous the first time I stepped on the pist, but it was from that moment where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sport. The Elementary School Cup is a great opportunity where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show your confidence, and make friends. Don't worry about winning or losing, because just trying your best already makes you a winner. 我为你们加油，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一起站上国际舞台，为台湾出剑。我从国小杯开始，相信你也可以。大家好，我们是四大运男子锐剑代表队，114年国小杯，我们为你们加油。
国小杯是一个很棒的舞台，用尽全力比完每一场比赛，就是最棒的体现。我为你们加油！加油！加油！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我们准备好了。剑气飞扬，童心无双。一连4天在新北市板树体育馆进行的1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哦。哇，从这个礼拜4、礼拜5、礼拜6、礼拜天4天的比赛，因为要消化非常多的赛程啊，可见我们每年的这个全国杯报名人数是越来越多。那进入到礼拜6跟礼拜天呢，加入了我们的转播团队。大家午安，我是董进强呢。今天很开心，持续是邀请到我们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监事吴敬德先生，还有我们台亚转播团队一起为大家服务。吴老师又见面了，下午好。哦，去年我们这个年底的时候一起转播了这个全国少年精英的年度大赛，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一场比赛跟今年的这个国小杯，它虽然都是有一些中年级跟低年级还有高年级的学生，但是它面向的群体是不是更广泛一点？是的，怎么说？更广，因为这个国小杯就是广泛的，从低年级、中年级到高年级都纳入啊，希望他们来参赛。那精英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名次的一个过滤。那就是说，在一个经验跟水平之上，那么来参加，所以我们把那个归类为精英赛。是，所以这个国小杯可以说是对于这些国小的朋友们，他们要来踏入击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的一个赛事哦。在去年呢，有超过700名的小朋友报名的，而今年我看现场依旧是这个选手啊，还有2楼的这些家长啊，都是非常的踊跃这样子。对，那今年我们依旧是有这个锐剑、盾剑跟军刀啊3个组别，然后我们也是有分低年级、高年级、中年级，然后甚至还有团体赛啊，会在明天来登场。所以这2天会为所有关注这个击剑运动的观众朋友送上我们现在台湾在基层推广上面一场很重要的赛事。是。好，在比赛见到2位选手，现在在做准备。看他们的体型其实是有点差距的。是因为现在小朋友发育都不太一样，对。好，这是低年级的男盾哦，看到的是吴佑琪来自新林国小，来对上复兴实中小学部的杜香凯。那在低跟中年级的这个部分呢，他们的初赛循环是每场是打5点，然后竞赛是3分钟，然后要进入到复赛跟决赛才是打这个10点。那各位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两位选手体型虽然有一点悬殊，但是目前还是这个吴佑琪呢是领先的。对，他虽然在个头上比较小但是他的这个命中率、有效得分还不错，还有他的攻击。又得分了，晋升战。注意每一场只有5点，其实节奏是蛮迅速的。很可惜，这个吴佑琪攻击都是在目标区外，无效。对，我们盾剑是只有这个躯干的部分是有效的得分，就是选手现在身上有这个灰色这个感应背心的这个部分，是对，所以每一次出手都要斟酌一下。它不像锐剑是全身都可以得分。是的，好，往后退，这边上前追。
如果打成平手了，对，是，所以身高还是技巧还是很重要的。身高当然有优势，但是并不是绝对的条件。尤其是在现在这种低年级小朋友，其实每年都还在发育，是他可能今年后发先至，是这样的，对对，没错。有的小朋友一个夏天可以长好几公分。好，这里他跟裁判示意一下哦，他的剑前方稍微有点歪曲，他把它他在调整，把它调整回来。平手了。吴又琪，他的攻势凌厉耶。哇哇，很精准，很精准。这个还是发挥战绩啊，真的好，你看他个子比较小，但是利用这样比较精准的方式，这完全是对他的攻击跟技巧啊。在两人的这个第一个过招哈，这吴又琪在6分之后啊，连续得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他的表现。他是有攻有守的，而且他攻击力旺盛。好，那下一个组别是高真德对上何定谦。高真德来自国立新竹科学园区的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哦，也是今天这4天啊，特别从新竹北上来参加。那他的对手何定谦就是相对比较近一点啊，来自台北市的私立复兴实验高级中学。其实我们的赛事今年的国小杯从6月12号就开始进行了，然后一直进行到14跟15号的礼拜6跟礼拜天，加入转播，可以让这个全国各地的击剑爱好者关注基层发展的呢，可以透过我们中华民国击剑的协会的 Facebook、脸书粉专，还有 Hot Sports 跟动思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收看到今年的国小杯赛事。裁判给了一个黄牌，比赛进行到大概30秒啊，高真德连取3分。是，对比刚才那个组别哈，这2位选手的比较相当，体型对就是比较相近了。是。
有时候小选手在场上心情有时候会比较浮躁，然后旁边的裁判老师有时候也会及时的给予他们一些鼓励哦，或者是一些指导。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还比较低年级的，他们比较不会打这种近身战，尤其是当两个人贴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盲戳对方的那个有效得分区的时候，通常都会显得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是，因为这个是需要训练，要一点技巧，比较技巧性。对。有时候他们就是两个人纠结在一起哦，忘了其实是可以移动去脚步，把那个距离再拉开了。是的，他们有时候就是比较执着在手上的动作。对，你说的没有错，因为确实近身战就是要尽量保持自己这个拿剑的手啊，能够自由发挥那个剑的角度，这个很重要。哦。好，高真德继续把何定谦往底线来压迫，哇，他们的保护意识都蛮好，在打近身战的时候，那个非持剑手，他们都会缩到这个保护区域，避免被混战中被刺到。对，刚才何定谦就是吃了一个黄牌，就是因为他的手，裁判认为他有遮蔽那个目标区，所以给他一张黄牌警告。好，分数领跑的还是高真德，打得更沉着一点。是，你看主要的这个攻击权也都是他在，是，对不对？他主攻。到目前为止，他都掌握整个攻势比较多。现在进行到他们这个组别是8强了，对，所以都在后面的强度会越打越高。是，那个一样的，裁判给何定谦一张红牌了，跟后面的裁判沟通一下。快手攻击后，点到了，很快哈，连续的4击，哇，又给了一个牌了。对，因为他做了不正当的，而且他之前已经累积了一个红牌，所以再加一点。好，那希望何定谦选手在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待会下去跟老师要那个复盘一下就是比赛可以输掉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说，在这一次的较量中有什么问题是下一次要改进。没错，一场比赛拿了2张的牌，确实不是常见的一个状况。因为他已经有一点习惯动作了，他为了躲避的时候，他会那个，所以这个一些基本动作，还有一些击剑的习惯如果要在这条路上非常重要，更远，对。非常重要，对，要特别再去修正一下。哇，好，刚才拿下第10分的高真德很开心哦，还用这个小飞侠的姿势回去跟他的教练2个人一起庆祝。哇，这件很漂亮，这件打得很漂亮。好，这样来自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实验高级中等学校的高选手，就获得了晋级4强的门票。待会他就会要跟这个稍早
一样是在组别晋级的吴佑琪来较量哦，两个人的身高看起来是高真德会有一些优势，但比赛要比了才知道哈。没错，对。好，我们这个低年级的男子盾剑，待会持续下一个组别。我们先等待选手就位一下。好，下个组别继续开始了，是中年级的男子军刀喽，来自台中威格中学附小的林佑磊。哦，他们是一个同学较量，对上黄佑嘉，同样来自威格中学附小。这个很有趣，两个选手都是互相都很熟的。是，在学校应该也是这个同门师兄弟。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军刀哈，军刀比起刚才的这个盾剑，打法上又会不太一样哈。速度更快，速度更快，然后包含上肢躯干还有2个手臂，都是攻击范围。然后得分就真的是在叫啪啪啪电光石火之间都在真的叫电光石火之间了。哇，很快啊！这场中年级的男军已经是 final 决赛了，代表这个威格高级中学的附设小学啊，在男军这个项目是应该养成还不错哈。你看冠亚军就是不管最后的谁胜，但是这威格中学附小一定是最后的一个金包银的这个状况。是的。因为他们是总共打10点，那现在有一方选手已经拿了5点了，所以就休息1分钟。其实2位选手相信对彼此一定都很熟悉啊，因为是的，对，就是看今天谁能在这个大场面有转播的镜头在拍摄哈，然后又是有这么多人在看的时候，因为毕竟还是会有压力。对对对，看谁能够把自己平常发挥的状态发挥得更好。
哦，哇，这一分很精彩啊，拨挡的很漂亮。对，自己也得分之后非常的再一模一样连拿2分，对，一模一样的招式。现在这个防守反击，哇，你看他很振奋哦，都喊出来了。对，一模一样的招式。漂亮，看来黄宥嘉是有更稳定的发挥。哇，刚才那个短暂的休息回来，你看他现在整个气势是往他这边在倾斜哈。是，对。哇，这个假动作漂亮，呵呵。哇，所以刚才这个他的教练蓝衣服这位教练在给他中场指导完之后，这个成效是立竿见影。是的，而且他刚才有2点都是用同样的那个角度跟拨挡方式连续得2点，真的。我感觉也是一位非常外向选手，你看他得分之后完全就是很活泼，对，释放自己这个开心的情绪。是，因为冠亚赛毕竟还是有压力的，是，总算是有些压力哈。但哇，我们看到了宥嘉，哇，精彩的后半场。但无论如何，这个他跟的同门师兄林佑磊都代表这一次威格高级中学在这一次的低年级的男子军刀这可以让学校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是，而且同一个学校拿了冠亚，我想那个在学校来讲，这是很光荣的事情，收获丰收。好，那我们先这个主要的转播间到先休息一下，我们场地整理，待会再等待下一个组别登场。老师，你现在听得到自己的声音了吗？现在听到，刚才听不到，我请他去调整。难怪我说对，这样子听不到很吃力，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好，那现在会有多大的空档？应该你看人也上来了，也就是1-2分钟。会轮着来，那不错，因为间断太久就应该要一阵子哦，因为你看没有人。对啊，我去练一下。好。
觉得打剑的时候很开心，因为可以跟自己想要对战的人拿，然后打赢他，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很开心。其实很复杂，因为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像是会紧张，因为上赛场的时候，就是你戴了头盔会有一种压迫感，然后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有点紧张，那也会很兴奋，因为击剑本身这个过程很快，你无法预测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会觉得很兴奋，那也会有一点害怕，因为虽然我们有穿护具，但是被这种剑戳到还是会很痛。不过我觉得玩击剑本身还是很有趣的。在训练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在比赛的时候心情虽然会很紧张，但比赛赢了还是会很开心。在训练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累很辛苦，但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带一句话，就是输了不要气馁，赢了不要得意。击剑运动需要高度的专业技巧，所以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敏捷、反应、速度、爆发力、肌力等等。然而在每一次的比赛当中，小朋友都可能面临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所以我希望小朋友借着参加这一次的比赛，能够从中学习胜不骄、败不馁，勇于接受挑战，享受击剑的乐趣。I started fenc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I still remember being super nervous the first time I stepped on the pist, but it was from that moment where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sport. The Elementary School Cup is a great opportunity where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show your confidence, and make friends. Don't worry about winning or losing, because just trying your best already makes you a winner. 我为你们加油，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一起站上国际舞台，为台湾出剑。我从国小杯开始，相信你也可以。大家好，我们是4大运男子锐剑代表队，114年国小杯，我们为你们加油。国小杯是一个很棒的舞台，用尽全力比完每一场比赛，这是最棒的表现。我为你们加油，加油，加油！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我们准备好了。觉得打剑的时候很开心，因为可以跟自己想要对战的人拿，然后打赢他，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很开心。其实很复杂，因为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像是会紧张，因为上赛场的时候，就是你戴了头盔会有一种压迫感，然后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有点紧张，那也会很兴奋，因为击剑本身这个过程很快，你无法预测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会觉得很兴奋，那也会有一点害怕，因为虽然我们有穿护具，但是被这种剑戳到还是会很痛。不过我觉得玩击剑本身还是很有趣的。在训练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在比赛的时候心情虽然会很紧张，但比赛赢了还是会很开心。在训练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累很辛苦，但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带一句话，就是输了不要气馁，赢了不要得意。击剑运动需要高度的专业技巧，所以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敏捷、反应、速度、爆发力、肌力等等。然而在每一次的比赛当中，小朋友都可能面临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所以我希望小朋友借着参加这一次的比赛，能够从中学习胜不骄、败不馁，勇于接受挑战，享受击剑的乐趣。I started fenc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I still remember being super nervous the first time I stepped on the pist, but it was from that moment where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sport. The Elementary School Cup is a great opportunity where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show your confidence, and make friends. Don't worry about winning or losing, because just trying your best already makes you a winner. 我为你们加油，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一起站上国际舞台，为台湾出剑。我从国小杯开始，相信你也可以。大家好，我们是四大运男子越线代表队，114年国小杯，我们为你们加油。国小杯是一个很棒的舞台，更尽全力比完每一场比赛，这是最棒的表现。我为你们加油，加油，加油！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我们准备好了。好，再跟随我们的镜头回到新北市板树体育馆，1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哦，这个是年度规模最大的国小击剑赛事。那每年呢，这个基层的发展也都是有稳步的在成长。今年赛事一共吸引到这个全台169所国小，共计769名的选手来参加个人赛啊，所以比起去年的741位，我们又进步了一点，所以每年都有在进步，是，然后展现现在基层运动的蓬勃发展哦。好，本届也是适逢中华民国击剑协会创会的第53年，所以现场也规划了台湾击剑大事记的一个图文展览哦。所以对这个击剑文化，或是您家的小朋友有来出赛，其实来一起共襄盛举之外，也可以看看这个协会特别规划的台湾击剑大事记，看看我们的中华健儿们这几年在击剑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有哪一些这个非常值得铭记的时刻。好，低年级的男队持续在进行，刚才在两位选手我们都有看到，他们在8强都取得了现在4强的门票。吴佑琪跟高真德，刚才还特别提到高真德的这个身材是稍微略微领先一点的，他个子高一点点，对，但是吴佑琪很犀利哦，也不一定能占得上风哦。对对。两个人近战高真德近战的时候，他习惯把他的这个没有保护的这只手藏在那个他的头盔的后面，然后吴佑琪是藏在他的背后，是对，那个选手有自己的习惯，但是这个基本动作还有这个养成很重要，因为刚才高真德的对手何选手他就是有一些这种比较不规范的动作，是也透过这样的国小杯出来参赛，打这个实战经验，回去老师们也可以再针对这次参赛的一些情况再去做调整。所以不管最后的成绩如何，有没有拿奖，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小小剑手们都是很棒的一次参赛经验。是的，对。两个人又无效，他还击无效，感觉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节奏对，还在两个人都还在彼此摸对方的习性，对，所以最后都演变成两个人近身这样烂仗的状况，没有办法在把这个空间拉开来的时候，用攻防格挡的方式。但现在高真德慢慢的拿下3-1的领先优势。好像打近距离烂仗他比较厉害一点因为个子比较高嘛。他用他的身高优势，对他从上面往下戳这样子，他去压迫他。
哎呦，这个泰山压顶是，他把他的剑架住以后，低年级的南顿，复赛跟决赛每场是打10点哦。哇，又来！啊，右旗似乎找不太到对付高真德的方式哈。是。有时候选手不管是这个，有时候甚至你遇到左剑客，有时候打起来那个节奏也适应不了，没错，有时候会有这个剑锋相克的状况出现，也没有办法。你遇上比较克制你的这个感觉，就会打得比较不顺畅。好，往前的压迫，现在高真德掌握到自己得分的方式，用他体型优势，没错。他就是完全这样往贴近哦，不让吴又琪拉开空间，然后等于是把你出剑的角度都给压缩到之后，跟你打一个近距离的，没错，贴身烂仗。因为是近距离这种剑比较容易打歪，是因为他用力戳，对，都是一直在用顶着戳的方式，剑很容易变形。是，好，往前突进，小碎步的逼近，格挡，哎，哇哦，这一分，好，戳到了，但是无效部位。刚才那一剑也是戳到了对方的头盔上面哈，所以亮白灯是无效得分。哦，小心哦，剑脱手。好，尤其在辛苦的守住这一分哈，哎，拿下了第2分。是，对。好，最后的比数10比2，高真德在体型上的优势哈，还有这个近距离粘着战的状况下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最后击败了吴又琪，这样子他获得了通往冠军战的门票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2位选手的一些回顾哈，其实前面的好多分都是这样子，2个人已经打到贴身战了，而且他很可爱，他怕说被罚黄牌，赶快把手举起来。是，他的手都会缩在这个后脑勺的位置，对，举得蛮高的。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他的手是缩在胸前，结果裁判就给他一个黄牌，他现在干脆把手举得高高的。是，我觉得蛮好，及时做调整哈。是，每一站都是做一些些微的调整。对。其实作战灵活就是应该这个样子。是的，对，这才会进步。好，下一个低年级的南顿，这是另外一组这个要抢冠军门票的4强赛，来自立湖国小的尹慕恒对上复兴实中小学部的洪雨婷，所以2位胜出的胜者，待会就会跟高真德在决赛碰头。是的，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低年级南顿的整体水准怎么样哈？所以这样整个4强选手都亮相了。
两个人前面先互探一下虚实，抓一下距离感。击剑也是一种格斗运动啊，就所有的格斗运动的先抓距离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距离很重要。对。这两位小剑手都是就读台北市的学校。对。立湖国小在内湖区。然后复兴实验高级中学的小学部是洪雨婷的学校，是在大安区。这一组4强，以目前的比赛内容来看啊，对比上一组，这两个就比较在伯仲之间哈。是，看得出来他们两位这个打法也很近似，对。就比较有我们传统认知的击剑这样的进退攻防哈。是的，对。而且他们两位选手体型都很好，看他们那个蹲低的基本动作就蛮扎实的。是，盾剑也是3个剑种里面哦，有效攻击范围最小的一个剑种，所以对命中率，要求很精准，对，要求精准，没错。这个尹慕恒也马上就一点一点又打回来了。尹慕恒相当不错，他这个蹲低的重心啊，跟启动的速度都蛮快的。是的，那学校在训练的时候，应该对于他们的这个下肢肌群，对，应该训练的爆发力感看起来都不错。而且他们两个都是有攻有守，他们的得点除了进攻以外，有一些是波挡还击得点，所以就表示这个训练跟技巧都是相当不错。是，代表现在在台北市也好，或者是台北市以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现在在学校推广这个击剑运动的养成，是，也是越来越蓬勃。因为其实现在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哦，那个台湾的小孩越来越少，然后各项运动项目其实也都在努力的推广，所以我觉得各个体育项目的教练们都很头痛，因为都希望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小孩也是，可能他们除了击剑之外，我相信可能也还有参与其他的运动，一次都参与好几个这样。现在很多元化。两个人实力很接近，有来有往的。而且击剑是结合了智慧、反应跟纪律哦，让这些学子们在这个竞技中可以建立自信，然后承受压力哦，并学习这个尊重对手的一项非常有绅士文化跟历史底蕴的一项运动。是的，这个还击很漂亮。对，两个人现在真的是5-5开的一个状况。虽然现在尹慕恒是稍微有2分的领先优势，但都还不好说。对，但要注意一下时间哦。现在已经进入到不到10秒的读秒阶段了。这个追击很漂亮，尹慕恒这个追击。
他不会在乎说还有几秒。他就专注的把它打完哈。是，刚才那一点很值得称赞，因为对方洪雨婷攻击过来以后，连续的攻击，他也波挡完以后，他马上就还以颜色，一直追击。刚才那一点就是追击得点的。好，现在两边有一个1分钟的短暂休息，待会还有第2回合可以来运用哈，所以其实对于洪雨婷来说，比赛也还没结束，是还有机会的。对，他现在在看着楼上，不知道是家长在楼上吗？也有可能，有可能教练看起来感觉是在楼上，两个选手都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板树体育馆，这个除了比赛大厅，我们安排了，我看一下，1、2、3、4、5、6、7，我们有7条剑道哦，同时在比赛。然后我们的这个上方也有一个观众席，所以家长可以在上面哈，往下看。好，第2回合的3分钟，对于两位选手是绰绰有余了，所以不用打得急哈，慢慢的把每一分每一个动作做扎实。哦，漂亮！洪雨婷一回来先追回1分，是进攻，然后他波挡还击。来了，李慕恒的步步进逼哈，对，这一次出手有了。洪雨婷想抓他的剑没抓到，对，你看他一直进退，然后守着高姿态、低姿态，一直不断的扰乱对方的节奏哈，有时候也不好捉。但是你看，他被得分之后，从他的肢体反应来说，他觉得有点可惜哈。洪雨婷也是稳扎稳打的。对，洪雨婷的肢体动作蛮沉着的，得分或失分，他不会有太多的情绪反应。你看他刚才连续退，但是他还是能够波挡还击，这个蛮冷静的。其实选手抗压很重要。没错，这里漂亮，对，这个你看追回来了。真的，李慕恒要沉住气哦。刚才他被洪雨婷打到第7分之后，从他的肢体动作来看哦，是有一些不能说气馁哦，但是他有一点气急败坏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再沉着一下。因为现在对分数还是他领先哦。哇，最后的关键分，好，恭喜李慕恒选手哈，还是在沉着时刻拿下了这关键的第10分，这样子他就得以晋级，待会会跟高真德在这个组别的决赛碰头。我们待会如果有转播到的话，我们再来看两位选手的决赛表现，谁可以拿下今年低年级男盾的冠军？是的，对，好，我们场地整理一下，待会再回到1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的现场。
好，再回到全国国小击剑锦标赛的现场，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啊，这个上场比赛，抱歉收成了口误哦。这个晋级的是洪雨婷选手，然后呢还要跟高贞德选手来进行较量。刚才说成的是尹木恒选手，这里做一下更正。好，这场低年级的男盾决赛。漂亮，是，在绕剑的那个，对他距离保持得够，所以这一剑就可以得点。如果刚才距离太近的话，那剑就抽不出来了。漂亮。两个人打到近身战，都没有结果。好，高姿态起剑，再等待个机会。有滑到了。对，他的第一攻击没有抽回来，继续攻击。哇，这一剑抓得非常好，是反应很快。对他趁高贞德那个剑扬起来那一刹那，准备进攻的时候，他就很快的把剑绕下去，打得不错，这一点打得不错。那个时间差抓得很好。对。给了一个黄牌，是因为他手有那个还是这个非持剑手的姿势的问题哈。对。好，就像他刚才手举起来之前，感觉上好像在拨剑。就会有一些小动作需要修正，避免在剑道上被吃了黄牌甚至红牌，影响到你的整个情绪。是的，对。这一点闪得很利落。哇，两个人打到都交换位置了。可惜。对，刺到无效区，亮了白灯。但目前双方第一回合走完了一半还不到一半。还有1分44秒，但洪雨婷已经是6-2的状况了。测试一下那个感应区没有问题哈，颈部的位置的感应区。双方都要互刺一下哈。对，感觉这个颈部。其实这个有时候是那个教练这个会战术性的，对，战术性缓和一下对，刚好也让他们调节一下。是。洪雨婷的波挡还击做得不错，对，他的基本动作确实是蛮扎实的在你看，他只是低年级而已，是，还有包含他的整个体格啊各方面。其实在这个组别里面看起来是超龄的，当然我这个超龄是这个褒义词代表他不管是打剑的这个状况、这个架势，还有他这个反应速度、身体机能各方面
是这个组别里面看起来都是佼佼者的感觉。好，蹲地两个人靠在一起。这一分裁判也要再跟高真德教练做一下沟通，因为刚才他的方面是亮灯的。不过那个灯应该是不算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裁判已经喊停了。是，所以确实高真德这边的教练方可能会认为说，对，争取一下。对，裁判也有他的理由了。对，应该的。好，在我们的计分板旁边，还有位女士啊，在拍两位选手，捕捉一下他们的这个英姿哈。这里都是回去校方要这个，应该会有公布栏说我们的某某选手本届参加国小杯取得佳绩，对不对？做一个表扬的素材。因为这场决赛，不管是冠军还是亚军啊，对。对，对于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这一件就打得很漂亮。是高真德在这边拿下了环级的第4分哦，这样子要争取在最后的这个不到30秒的时间，看可不可以再追回再追回一点哦。对，洪雨婷的剑被他抓到了。对，拉近了，对，被他给锁死之后哈。现在比数接近了。再来，有抓到吗？没有，这一波没有。好，最后第一回合的10秒，看最后的阶段刺有刺到吗？好，所以被裁判要求隔开。都没有分数，最后把这个时间走完，应该会进入到休息，然后回来再看剩下的3分钟会怎么发展。因为只有2分的差距，所以其实还胜负对还不好说。对，要看2位选手的临场应变。我老是觉得，就以前面这3分钟的表现内容来看，2位选手你怎么评价？2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技术都还蛮接近的，因为他们2个得分啊都是要么攻击，要么拨挡还击，所以算是很技巧性的得分，不是说好像胡乱刺然后刺出分数来的，所以2位都不错，但是可能高真德目前先暂时落后，但是我想如果这1分钟教练给他也许面授机宜的话，下半回合是很有看头的。是啊，所以你看，双方都利用这个1分钟哈，2位教练都把剑拿起来，直接用比划的方式哈，面授机宜。对，交代选手，因为刚才教练也没闲着啊，他也是在观察这个对方剑手的特性哦。然后给予自家选手这个战术上的建议。好，低年级的男盾 Final 决赛，洪雨婷对上高真德，第2回合的3分钟，现在2方也只有2分的差距啊，其实还是接地了。我们裁判发现了这个电没有接好，把它接好之后，好。追击，是有不一样。他现在主动进攻，你看一喊开始，马上抢到前面了。对，比较压迫。可惜。哇！假动作的运用真的很重要。是。不过他刚才很可惜啊，他动作大了一点，不然的话这一点刚才是会有可能得分的。他就是动作太大了，先刺到那个 off target。
哦，同时亮灯的状况，但分数判给了高真德哦。哇哦，现在7-7追平了。哇，近距离的，现在真的很紧对，张，很紧张哎，因为下半场回来这3分钟，现在洪雨婷还没有开张，她会比较急一点。对，哦，这一分又判给了高真德，是因为很明显的，他进阵以后他拨挡还击的，是他的点没有错。对，要看这个攻击权哈。啊，你看他拨开了，然后还击，对。是，我们的3种击剑，盾剑跟军刀都是要同时击中的话，要看这个攻击权来决定哦。只有锐剑是双方都可以得分。哦，看来双方的教练都是有发挥作用啊。嗯。都针对一些特性哦。对，洪雨婷这一点时间差抓得很好，哎，他趁那个高真德走近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狙击他。这个很精彩，哎，两个人势均力敌。那同样的方式，洪雨婷这一点跟刚才那一点都是抓那个时间差，抓得很漂亮。我来了，这关键的1分，结果是高真德亮灯，哇！现在双方9-9哦。对，他也不会紧张哦，他是很标准的拨挡还击哦，他不怕的，很好。哇，漂亮！最后沉住气，高真德完成了10-9的逆转哦！哇哦，他真的蛮沉着的哈，抗压性很好。是，当然雨婷也打得精彩啦，我觉得对，这是一场确实是势均力敌的，没错，一场较量，对，因为两个人其实技巧都很好，对，那当然。刚才他更抗压，所以他在攻防之间，他最后这2点都是拨挡还击得点，很不错，很不错。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这场决赛的较量哦。高真德在双方的前3分钟打完，他是处于落后的状况，对，但是中间的1分钟休息，教练跟他讲的话。他马上就吸收了，然后马上就在后面的这个3分钟有发挥出来哈。虽然洪雨婷也是适时的在关键的时候有拿分，所以双方就形成8-8、9-9，咬得很紧的状况下，但最后这个获胜的 timing 被高真德给掌握住了。好，我们也恭喜高真德，来自国立新竹科学园区实验高级中等学校这位小剑客，拿下了本届国小杯我们低年级男盾的冠军。当然，洪雨婷来自台北市私立复兴实验高级中学小学部的这位亚军选手，表现也很精彩。我们也期待未来他们在之后的，不管是明年的国小杯，还是今年更多的这些国内的这些击剑赛事啊，两位选手能够继续再接再厉，然后拿出精彩的表现。对，一定打得更好。对，一定打得更好。哇，好，我们的这个转播间道先稍作这个场地的整理跟人员的更换，待会再回到国小杯击剑我们周6的转播现场。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女子剑客的状况。高年级的女子锐剑，来自花莲中原国小的严许杰对上新北三重国小的杨以彤。锐剑跟刚才转播到的盾剑就不太一样了，在同时击中的时候呢，双方是皆可得分的。所以它是3个剑种里面唯一不看攻击权的剑种，然后也是最这个怎么讲，最还原当年这个在欧洲他们发展这个击剑运动的时候啊，这种剑客生死相搏的时候，就全身上下都是可以攻击的状况，所以锐剑的得分区域也是最多的，全身上下都是有效得分区。哇，杨以彤看起来一开赛他的得分效率是比较高的哦。在高年级的这个锐剑，双方的初赛啊是打循环赛，然后每场是只打5点，所以是一个快节奏的比赛。
那刚才杨以彤获胜之后，马上下一个组别就会在登场。我们待会持续为您带来这个高年级女锐，看一下双方在初赛阶段呢，哪一些选手会比较亮眼，这样代表他们比较有机会走到后面的复赛，甚至是决赛。好，初赛的循环持续在进行。竹北国小的林杰星对上大荣剑桥国际双语小学的周颖恩。双方都在用试探步不断的在抓距离感，看哪边会先发动第一分呢？周颖恩快退到剑道的后方，没有位置可以退了。好，这个戳击还被林杰星打了一个波挡反击。第一分由他拿下，因为只有5分哦，所以要打的节奏比较慢是很合理的选择。好，周玉恩这边换颜色，追回1分。两位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抓一个时间差的漏洞哦，做一个前戳的戳击。好，周玉恩感觉这个在剑道上的5步步伐开始跳起来了。锐剑会有这种同时亮灯、同时得分的状况，所以分数的增加很快。周颖恩现在整个节奏慢慢跳起来了。好，两边都很沉着，不轻易出手，就是都在维持100%的专注度，然后看准对方那个专注度松懈的那一刻，然后去瞬间的出手攻击。因为要保持这个高度专注，其实是对于精神是非常消耗的。哇哦，非常接近，现在双方4-4咯。哇哦，林杰星最后的格挡拿下了关键的第5分。好，两个打得非常的接近哦。初赛就是非常快速的在进行，一个组别打完之后，马上下一个组的另外2位选手就上场了。当然，在场下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观察一下这个组别里面的整体状况，因为一定都会遇到，会打一个单循环哦。今年国小杯的高年级女锐一共有7位选手参赛。
今年因为这个韩剧2521，还有美剧 Wednesday 星期三，如果有在关注这些戏剧的话，国际戏剧的观众朋友应该都会知道，这2部剧因为都有这个击剑运动让这项运动呢更能走进大众文化，然后也因此增加了蛮多关注度的。好，持续组别在进行，左边戴着粉红色防护头罩的是李同恩选手，来自台北市大安区的仁爱国小；右边是来自树林国小的林月成，他是地主选手因为我们本届的国小杯是在板树体育馆，也就位在我们的树林所以他算是看看有没有这个地主光环的加成呢？我们继续来观察。李同恩手长脚长的，哇，他往前突刺的这个距离真的是不好防守。靠着这样向前突刺的得分方式哇，又得了1分。现在4比1他只要一旦启动之后，对方如果没有很大的力道把他的剑给格挡掉，那失分的几率就很高因为锐剑你只要能戳到对方任何一个部位都是有效得分。好，很快速的李同恩很快就以5比1击败了林月成。目前看起来他的进攻欲望是这个组别里面数1数2的我们待会看一下这位选手可以走到多远。重心整个往前压，下一个组别正在进行的是刘恩妍对上刚才来自花莲后山的严许杰。刚才2位近距离格斗的时候，刘恩妍反应比较快，马上抽剑，再做第2波的回击所以在刚才那个近身格斗，由他拿下分数这个双方不断波挡混乱中，刘恩妍又击中了严许杰。他的波挡刺击还蛮有水准的很快就取得了5比2。好，因为是循环赛所以选手是用一个非常快的节奏在打，然后要跟这个组别里面的另外6位选手都过招，所以有点像是间歇运动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对于这个体力跟专注度也是要考验一下。
在礼拜六今天的转播，我们就会把所有的个人赛都在今天全部执行完毕，然后明天6月15号就会进行到团体赛的部分。那因为这个团体赛会有排名的状况，会依在校个人赛成绩最好的3名选手，依他们的名次跟积分这个加累之和呢，然后以积分总和最低者优先排名哦。所以要今天的积分赛个人全部打完之后，团体赛才会再做一个人员的这个组合，然后在明天来登场。6月12号到15号一连4天的国小杯，也是台湾这些击剑基层1年1度不能错过的盛事。当年参加国小杯的这些选手们，包括了陈一通、李让、陈志杰、洪立祥等等如今都已经是国手，然后代表中华队、代表台湾，已经在这个不管是亚洲级、世界级的赛事都已经亮相了。那他们当年都有参加过这个国小杯，所以国小杯就像是一个击剑的摇篮而且又跟去年12月登场的那个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有些许不一样，因为精英年度大赛会有一个积分的筛选，那国小杯就会参赛的资格就会比较低，门槛比较低，然后这样可以让参与的人数更多，在推广的层次上会更广。好，周以恩跟杨以彤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攻击欲望都比较低因为也是比较沉着的打法，可能两个人都是偏防守型的，所以你不动我不动。好，周以恩3比1、4比1。很快他马上就要听牌了，看一下可不可以再拿下这1分。结果被杨以彤抓回了1分。我们的高年级的女子锐剑现在正在进行是初赛的单循环，尤其单循环这样子7个人，然后你要跟另外6个都各打1次。吴老师觉得这种虽然只要打5分而已，但是一直在打，对于体力的分配上会有什么样的考量？所以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基本的这个基本功就是体能要够，要不然哪怕你技术再好，对，你打得出初赛，然后呢循环以后进到复赛，对，那还有好几关要打，而且跟你打的都是强将，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子上来的，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在训练的时候这一方面有所欠缺的话，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打到前8，甚至于拿冠亚军了。好，刚才有提到这个曾经参与国小杯，然后之后升上来的选手包含这个陈一通，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以及亚洲级大洋区的资格赛都有很好的成绩，然后也是睽违36年在代表我国呢登上奥运殿堂的男子击剑选手。所以大家都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没错，当年都是有参加过国小杯，然后获得了扎实的训练。今年赛事是以这个梦想的起点 Origin 为这个主题口号，鼓励每一位小选手勇敢出发。林杰星跟李同恩，刚才转播李同恩蛮犀利的，他常常会有这种把重心往前压，然后整个往前飞身突刺的这种攻击模式，而且得分的效率还蛮高的。我们看看他对上林杰希这一场会不会再继续用他的这个惯用的模式？看起来是对，看起来是他这个一旦启动，对方真的很难防住他。是，而且因为他把对方的剑架住了，所以架住剑以后，如果对手在反应上不够的话，他很难脱开那个
架箭的这个动作。嗯。哇，想吃一个腿部哦。哎，李同恩往后先退了几步，观察一下，又往前进。哇哟，这是在比这个谁的距离更长的感觉。对，嗯。哇，往前刺。还击得很好。嗯。哦，他反应很好。他刚才两个人进站的时候，那个剑二互相夹住以后，他很快的就抽回来，把距离拉开，然后再做第二波。对，没错没错。因为如果继续挤下去的话，两个人都没得分了。嗯。粉红色面罩的李同恩选手，在这个组别哈，看起来目前他的实力是蛮出众的。我们待会持续观察。包含几个得分手段哈，也都蛮多元的。对，嗯。今年的国小杯增加了 logo 哈，再让这个击剑的视觉上有不一样的感觉。刚刚打得很动感哦，是，蹦蹦跳跳的。对。哦。刘恩也是把对方的剑架开，架着他的剑。哇，这个近身格斗戳到对方的腿部哈，加分。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明显看到选手出剑的那个角度是，跟他们一些架剑的细节哈。
被架开了。平手。4比4，势均力敌啊！关键的第5分。林月成退之后突然想还击，但是被刘文言先还是戳到了。哇，很接近的一场较量。是的。初赛的循环赛持续在进行。今年的国小杯是由联兴体育来承办。今年这个联兴国际医疗集团也是在除了医疗之外也跨足到体育的推广，包含击剑运动，然后还有他们也在推广这个虚拟运动包含这种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看过这种虚拟的三铁赛，或者是这种飞轮赛，就是骑着飞轮车，然后有这个连线，然后看着一个荧幕这样子，好像在虚拟参加这个环台公路赛的这种感觉这也是他们在推广的一个运动。那当然还有击剑，所以是希望让这个国小杯有更不一样的呈现然后在对于这项台湾击剑发展基层扎根很重要的赛事呢，持续的增加它的影响力。没错。周以恩目前是把严许杰差一点就给人家剃了个光头，还好严许杰追回了1分是对，但目前整体的优势上还是在周以恩这边，实力有一些差距。周以恩还是技巧要好一点。对。所以随着这个循环持续的进行其实在组别里面哪一些选手的实力是比较前段的，已经开始慢慢展现出来了。没错，尤其到了高年级这个阶段，那现在因为是循环赛嘛，对，循环赛的话，他们可以战术性的那个，他战术上他就可以稍微过滤一下，对，不用。他可以稍微保留一下，对，因为他只要算一算，他在这个组里面，他能够晋级就可以了，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循环赛，大家说，对于这个选手来讲，比较有余裕的选手来讲，他是可以比较收着力来打他不一定要把全部的东西都在这个阶段先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教练的这个情报工作就很重要了因为他可以在看分组以后。自己的选手他最清楚嘛，那其他的选手，那他要评估大概的实力怎么样，然后他可以战术性的指导自己的选手，该上场这一场可以放松，还是说必须要绷紧神经，一定要赢？是这个他可以做调整。今年的赛事其实大会也准备了，除了能站上这个凸台的
1、2、3名之外哦，其实还有许多的个人奖项，也都是鼓励选手透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来争取荣誉哦，包含我们有最佳新人奖，然后感斗奖、是的，礼仪奖、进步奖、教练奖等等哦，其实也是希望让击剑的选手可以从各个面向来做全方位的提升。是的，对，就鼓励，对，就除了剑技之外啊，其实你不管是精神的展现、人与人的互动等等啊，其实也都是有可以提升的部分。是，就综合讲起来，我们把这个叫武德嘛。武德，对，没错没错。现在双方平手了。是杨以彤对李彤恩，现在打得蛮接近的哦。虽然李彤恩这边是主攻啊，他比较积极的在发动攻势，但是杨以彤的反击也是蛮有水准的。哇，还是李彤恩技高一筹哈。是，对，他这种打远点的刺激，在这组别看起来威胁性蛮大的。对，而且到目前看的几位选手，好像只有他会在攻击的时候是转移那个注意力的攻击点，是他会去打脚。声东击西哈。对，看起来目前几个回合，因为打脚的难度比较高啊。对，因为脚的这个击中范围比较小。是，但是他确实某种程度在战术上，他比较活。你看他会去刺对方的脚板啦，还有脚部的位置哈。这个不管成功或不成功，他都有干扰的作用，可以破坏对方。今天大会是出动了许多裁判才可以维持我们现场这么多条剑道、这么多场赛事的顺利进行。是，对，也是感谢大家的帮助哈。林杰鑫，这种锐剑会有这种同时得分的状况哈。是，对，所以他不一定要一直攻击，因为如果你防守很好的话，事实上也是有对，也是很高的技巧。以退为进的一种得分模式，因为你另外两个都要一攻击权，但是你锐剑不需要。是，对。你看他这一剑就是林杰鑫攻击的时候几乎是送上来，因为林月成他就架住剑以后，直接剑一挑就刺中对方了。哇，这个后退的时候稍微有点踉跄，赶快把姿态修正回来，继续把这一波给打完。
哦，哇，李月成的防守确实是蛮有水准的，是他蛮冷静的，对，因为他刚才稍微领先了1分嘛，那时间也急迫，所以他就等你过来。那想跟吴老师请教，我们今天看完全部的个人赛之后，明天的团体赛在观赏的重点上会跟今天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个人赛跟团体赛，我想它的差别，团体赛就是一个团队合作嘛。对。那团队合作的话，它是基本上是各方出3个选手，那含1位备位的。对。那就是在调度上，这个很考验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当然，剑手本身的这个技巧是必须的，但是它的重点就是，你如果运用的好的话，把那个选手的赛序是出场序，他调整好的话，有的时候往往会有这种很让人大翻转的那种惊喜出现。对，了解。所以就是因为3种。各派3位选手加1位这个候补哈，是，所以你在每个选手的对战因素上，然后如果你对于双方敌我都有掌控能力的话，哇，你这个排序的棒次，对，一比较下来，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我们说预料之外的发展。没错，所以他就简单讲就变成没有绝对的弱队，也没有绝对的强队。是，因为常常很多会在最后一回合逆转的。哇，打得很激烈，这个击剑的碰撞声。但他们刺击的力道是下得很足的哈。是。啊，刘文言也是得分效率还是持续的维持在高水准哦。对，他那个水准算是稳定。对，所以这个组别这样目前看起来，刘恩言啦，还有李同恩呐，还有杨义彤啊等等哦，这3位选手的获胜率都还蛮高的。是，所以如果晋级已经在这个晋级的名单里面的话，事实上一般教练就会告诉他，你就可以轻松打，因为最后的几局如果他笃定进复赛的话，那个其他的回合，对他就可以省一点体力，就轻松打，哪怕输了都没关系。因为最重要就是进入复赛以后，那就是1对1了。对，因为那个就是单败淘汰。对，没有空间了。对对对，全力以赴。对，待会哈，这个组别进入到单败淘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选手真正拿出所有看家宝的时候。是因为每一回合他只有1次机会。是。如果输了就没了，就下台了。哇，这一回合打很激烈哦，双方各自得分。他们2位选手体型几乎是比较接近，对不对？几乎是一样的体型啊。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严许杰获胜的场次没有那么多，而李同恩，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目前在组别应该是全胜哦。是的，到目前为止。所以这个体格固然重要哈，但是对于这个击剑的细节把握哈，还是可以产生蛮多的差异的。是，对，我们常常说嘛，那个学剑的小孩都很聪明，都很聪明，是，因为他有很多那个对战的技巧，你在临场你要想
这个把对手的破绽找出来，然后自己的长处在哪里，我要怎么发挥，这个东西就是灵机应变。没错。所以其实蛮不错的运动了，可以训练小朋友。而且击剑的选手的家长对于小朋友的这个栽培啦，然后看重的程度啊，都非常的重很投入。我相信现在应该有蛮多家长正在透过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脸书粉专，或者是 Hard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现场直播这一边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女们在比赛一边听着我跟吴敬德老师的讲评是，对，然后很投入，他们很投入，是的。好，双方的较量很快，李同恩5-2，有持续的保持他的全胜。这看起来他确实很有冠军相而且基本动作里面，基本动作很好，基本动作很好。林月成对杨以彤。今年其实选手报名个人赛的话，这个跨剑种他们最多可以报2项是，对，所以相信想多打一点的人，绝对对自己体力也有比较把握的人，对，是可以多报2项。报2项是体力是很考验的，是因为我们的赛程都很紧凑。没错，他如果体力不行的话，事实上是不好打。谨慎的出剑2个人目前各打1分，然后时间已经走完1分钟了，所以下手都很小心啊。哇！双方一直在用牺牲打，两边一直都是在互刺的情况。好，这1分是林月成的。因为他们2个人的打法，几乎是一样的，对，没错，所以就会很僵持，然后要不就是同时得分的这样状况，所以林月成把握了多那么1分的个人得分，所以就获胜这样子。你看刚才他们的得点几乎都是互中，没错，代表2个人的风格其实是非常相近的。对。因为击剑它很个人化，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风格。对。
好，赛前我们的西洋剑都要先做过这个通电测试。好，确保器材都没有问题，那比赛就可以开始。这样对双方都是公平。对，大家条件一样。哦，这个还击很对，他假动作，他先去攻你的头，然后再马上打躯干，结果有被林杰星抓到了一个机会。他距离退得很好，所以剑都抓得很准。不过刘恩言前面几场比赛他是积极型的选手哦，是对。我们就看啊，当然他们可能刚才在下面已经有盘算过，现在自己的积分已经有状况了，已经确定有席次了之后就可以打得比较放了。对。但是连续这3点，林杰星都是防守得点哦，所以他打得很稳。对，他虽然没有抢攻，但是都是靠波挡还击然后得点。当然，如果对于一些已经确定可以进入到这个复赛的选手，在后面的几个消化的过招呢，他们或许就可以打得冒险一点，然后来尝试一下你前面求稳的时候你不敢用的招数，非常好。对，反映一下，对，反映一下，有没有成效？而如果有的话，待会你可以把它列入你的这个武器库之一，选择之一。你说的非常对。现在很多选手，这聪明的选手就会利用这种机会，对。哇！是，你看林杰星都是波挡得点的。对方抢攻，但是他退的距离掌握得很好，都是抓对方的剑，然后再还击。也在剑道们一边在比赛这个。现场也是在司令台，也在同时进行颁奖。因为其实本届我们的赛事办了很多，我们有低、中、高年级3种剑种，然后这是个人赛，再加上团体赛其实真的是项目蛮多的。是的，对。然后大会也帮选手们在组别结束之后有一个简单但是不失隆重的颁奖典礼。家长们也是哇，都举起手机在捕捉这一刻。对，颁奖就是家长最兴奋的一刻，是看着自己的小孩站上颁奖台那种与有荣焉的感觉。是。漂亮，他刺脚所以李同恩还是持续在用刺脚这个模式是，对。我说好像到目前看这一个组别里面就只有他会对脚部做攻击。对，代表他的攻击多样化确实是比其他竞争者要更丰富一些，更立体。对，更立体。吴老师在看这么多选手，包含我们台湾现在的国手，有没有哪一位选手刺脚是非常厉害，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较少，对，因为刺脚真的，它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一个举动是，因为你要刺脚，你那个身体通常整个也是暴露出来的部位也是蛮多的，有点孤注一掷要去攻那个点了。对，所以练那一个动作的话，他的那个时间要训练。因为那个就是其实，因为这个是双方都可以互刺嘛，对，又没有攻击权，那你一刺
对方的下部位的时候，你的上部位就空出来，没错。对，所以他需要练习那个角度。刺击的角度跟时间，这个是需要练习的，是的，不是随便想刺就刺的。没错，对。所以在今年的高年级女锐里面，我们看到刺脚达人李同恩，待会他这个功夫可不可以在复赛继续发挥出来啊？他肯定是晋级了啦，对，因为他现在是维持全胜的状况。对对对。因为像这种特殊的这种攻击模式，这应该是技巧的话，有的时候在很关键的时候很有用啊，非常有用。比如说2个人焦灼的时候，然后也许对手的注意力都一直集中在上半身的时候，你突然间出其不意，没错，你的攻击选择更多了嘛。那个有时候那一点就会翻转整个后续的比赛了。但我相信其他6位选手也都观察到了同恩这个刺脚的刺下盘的这一个方式，所以他们一边打，可能脑里也要开始盘算一点。待会如果继续相遇的话，要想想看什么样的对策。如果防不住，那是不是用速度来跟他互换呢？你刺我脚，那我也打你一个门户大开，至少让这一点我们可以各拿1分，这样是。也是有克制之道，但就是看你的想法到位，你的身体跟你的这个技巧有办法有办法跟得上，执行到位才行。不过林月成也不错哦。他虽然在手部虽然是严许杰目前是强攻，但是他的还击也都很有效。那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现在是双方平手。哇，林月成又跟刚才一样，也是跟对方都打这个互刺得分的状况，然后靠着1分的这个先回领先但是他很稳，对他蛮稳的我觉得他的后半段的发挥跟他前半段有些许不一样。对他前半段可能也是确定自己的分数得以晋级之后，后半段他有一些调整。他前半段比较保守一点，后半段就是放开来打。尤其最后一点，他那个连续攻击做得非常好。虽然2个人平手4比4，但是他最后那一点的话，他是攻击，最后攻进去了。他们刚才赛前有个互刺对方这个互柄的动作，还在测试这个剑的状况。林杰新追回1分，现在又形成了3比3。是，打到循环赛的尾声
我觉得也是会有一些累了，比起前面。因为毕竟看起来打的时间不长，但是那个耗的精神，对，因为你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对啊，很消耗体力的。是的，再加上神经都是绷紧。没错，我觉得这对于专注度来说很消耗，因为你一下紧张，一下又放松，然后一下又紧张，一下又放松。是。好，两位拥有粉红元素的选手要较量了哈。右方是带有粉红色面罩的李彤恩，左边是粉红色袜子的刘恩妍，他们都是 Pink Lady。对。当然，我觉得这一个较量是蛮有含金量，可以作为待会这个复赛的一些前哨战哦。因为这两位选手在这个组别里面都是成绩比较靠前的，是，所以待会遇到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先进行一下试探虚实，李彤恩在齐天击剑这个俱乐部学习啊，也是参加蛮多赛事的。在去年的113年全国第2次少年击剑锦标赛，他在 U13的女子锐剑当时是获得第6名。当然，经过1年的提升，我相信他的实力应该要有所成长。是，尤其是在他们这个年纪，像海绵一样的吸收的很快。是。在做剑跟手臂延伸的这个攻击距离臂展上，还是李彤恩稍占一些优势。是，他比较修长。对。哇哦，两个人打到近距离格斗。好，各取1分。哦，没有，是刘恩妍拿分。是的，对。好，较量还是彤恩哦更胜一筹。
林月成、周颖恩。周颖恩真的是击剑风格还蛮蹦蹦跳跳的，是像弹簧一样，对，好像在跳舞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节奏的控制啊，因为我们以前看那个阿里拳王哈，他就说这个蝴蝶步伐，对，蝴蝶步伐。都是选手把握节奏跟掌控距离感的方式，当然跟拳击不太一样。拳击是你的距离感是要靠你的双臂去控制你的拳头，击剑是再让这个人类的手臂啊，还有持这个兵器的一个延伸。是的，对。哇，哇，这个互戳，哦，这一点把剑绞开，刺得很好，没成功。他用同样的一招，结果被林月成把他反攻了，所以互有来回啊，是互有来回的状况，表示两个实力都很接近。周元刚尝试发动2动攻击，都被林月成给架下来，双方互戳对方的脚步都没有戳到。最后是周宇恩带着1分，完成了刚才那一波攻击。这边再想再接再厉，继续追击，再戳。好，互相得分，都得分哈。但周宇恩最后是先拿下5分。刚才这一波想狂戳，但是没有角度，没有很顺的绕到背部，要再多打一点角度。对。架剑之后的后撤，再往前攻。林杰希先拿下第1分。哇，两个人绕剑好像整个架在一起。哇，裁判要给牌了。对，要给牌了。林杰鑫，他刚才不应该停下来看那个嘛，看计时器。是，对。
选手有时候养成看那个计时器已经变成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了，但有时候还在进行中哦。对，那个其实就是很单纯，你只要听主审的，主审喊停你就停，他没有喊就继续打，就这么简单。有时候选手可能那个节奏忽然陷入到一个你不攻我不攻一个很奇怪的状况，然后忍不住去看一下。是，哇，两个人架剑，哇！好，绑鞋带。好，林杰星4分了，再拿1分就可以获胜了。那严许杰也当然也还有机会。哦，哇哦，一阵缠斗，对，一阵缠斗，最后互都得分，但是对，这样林杰星就可以获胜。像可惜啊，像刚才那一剑的话，他虽然落后，但是呢，他本来想抢攻。刚才我是觉得，如果他敲剑的那个动作再大一点啊，有把对方的剑啊再打开的更开的话，对，应该只会亮一个灯了。OK， 他就是打的不够开，所以对方根本剑就弹回来，就根本就你自己就送上去了，是很可惜。要不然可能结果又不一样。他有敲对方的剑，想要进攻，但是敲的不够，打的不够开，所以就变成剑距离很短，两个人就互撞。先抢攻得点了。好，刘文言也开始打脚了呢。是。所以招式是可以学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哇！绕剑之后都得到不得分数。哇，漂亮漂亮，像弹簧一样的。对，这件那个蹦出去的时间差抓得非常好。对，然后这边再快速的抢攻，哇！可以啊，这个牺牲打还可以快速把比赛给 close 掉，因为反正自己是有分数的领先。没错没错，像这种就是战术了。对，因为我没有输嘛。对，我跟你拼。对，我就跟你拼，赶快把这一分给对，赢了我就赢，这分终结掉，没错。对啊，很会利用得分的方式去做各个情况下的调整。好，那在刚才2位选手结束之后，我们这个高年级的女锐。我们的初赛循环终于全部结束了。那我们等待一下大会去做这个人员成绩的统计之后，我们待会再看看有哪些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的比赛剑道呢，先稍做场地的整理跟人员的更换，待会再回到1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的现场。
好，再回到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的现场。那我们待会要进行的组别呢，是今天转播应该可以说是这个节奏最快的一个组别了，就是高年级的男子军刀。因为军刀可以用这个劈砍的方式啊，所以它是节奏上面速度3个剑种里面最快的。是的，对。好，那所以我们的高年级男军即将来进行也是初赛的循环哦。跟刚才的女子锐剑一样，今年一共有7位选手报名，所以他们要打一整个循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看南军的得分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有时候1秒钟都不到。对，但是就不像锐剑喽，各拿1分喽，我们就是有攻击权的喽。对。同时亮灯，所以我觉得南军对于这个裁判的眼力很累啊，是，他要看得很清楚。今天大会也是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哦，齐心协力才可以完成这700多人的这么大型赛事的顺利进行哦。你看，我们要有记录组，我们要有裁判组，然后场地各方面等等啊。好，我们现在场边的状况呢，我们的主审裁判哦。对，好，认定要有2位裁判在场上哈，我们这个比赛才得以进行。所以刚才还在等待的时候，选手就已经先出招了哈，所以现在先等待一下。好了，那人员到齐了。比赛就回去，而且刚才那分也算了，所以就双方对维持好1-1，比赛回到原点，继续来看。好，严承凯，哇哦！你看军刀就很多这种大开大合的，是尤其是男孩子在打，动作更大。军刀的有效得分区是整个上肢躯干哦。你看选手的跟刚才锐剑不太一样，因为锐剑是全身都可以得分，那军刀是只有上半身，包含选手的手臂。你看这个金属衣啊，要覆盖到手腕为止，都是有效得分区。哇，这是打到裂开了，是他哇，刚才剑劈的时候勾开了，对。那可能协调一下，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也是哦，毕竟虽然我们的防护做得很齐全，但有时候这种毕竟是冷兵器的这个运动哦，有时候那个刮到，看到它裂开了。哦，这边啊挑往上的时候，对，它其实已经有一些开裂了，然后被挑得更进一步。是，哦，有备用的吗？看一下。要换新的，要换新的，那个不能用了。是，我们的安全性还是要顾好，安全性还有这个比赛的公正性。刚好也可以看一下选手着装，平常哦，因为他们上来的时候都已经有些都着完了，是一些零件的细节，我们平常比较少看到。没错。OK， 他应该是换了一个部位。好，严承凯先拿下5-1的获胜。
接下来的另外2位选手来自台北市松山区民族小学的简正选，来对上新北永福国小的廖博成。哇哦，廖博成的劈砍感觉让简正选有一些招架不住的感觉哈。不过他躲得很快，对，他躲得很快。我观察一下，再多观察几招。因为简正选，我觉得他的技术特点，感觉是其他剑种，然后也来参赛军刀的感觉哦。是，嗯。因为他还是蛮多用刺击的这样子的动作。他跳得很快，对，一下子就逃得远远的。哦，好，第5分是有算的哦，所以廖博成很快拿下了胜利。廖博成的击点哦，都蛮精准的，都是在正选出完招之后，身体露出了一些破绽的时候，快速的予以反击。是，好，下一个组别来自三光国小的蔡兴哲对上东大附中的黄宏军。东大附中是东海大学附属高级中等学校。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所以也是从中部啊这几天要特别上来台北，蛮辛苦的。对。哦，因为我们的比赛其实从礼拜4、4、5、6日4天哦，其实所以对于一些选手来讲，其实要来参加国小杯啊，可能要请假来执行。是的，是。那我相信，对于咱们剑技的提升啊，甚至有机会为学校争光，老师们应该也都是很鼓励选手来多多参与这种课业之外的这个体育赛事，毕竟体育也是教育的一环。黄宏军假动作之后上前趋近的劈砍得分。把距离拉得好开哦！你看他后退的速度，哇！但这边要吃牌了，老师什么问题？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哈，可能一些细节，
最大的可能就是刚才黄宏军在有一次的攻击当中后退，在后退到一半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下那个。OK， 就是那一个小部分。因为当时我也觉得那个应该是要给牌的动作。OK 应该就是那个，只是裁判当下没有，哎，他是后面才追这样子。对，所以他跟他讲了一下，是，应该就是那一刹那，因为那个确实是违规的动作。好，就这个，就刚才那个，要专心比赛哈，不能视线不能离开你的对手。因为裁判都没喊停嘛。刚才我们也有介绍过，就是说裁判没有喊停，你就是不能有那个动作。对。因为裁判没喊停，你就继续打就对了。结果他是停下来不打紧，还顿了回头看了一下，虽然很快，但是那个已经构成犯规的要件了。好，高年级南军的循环持续在进行哈。新林国小的平彦要对上立农国小的品彦，哇，两个人的名字还蛮像的哦。对，一个平彦，一个品彦。那我们来看是哪一个彦，嘿，比较厉害一点。哦，哇，刚才那个有点可惜哈。对，方平彦出剑之后，林平彦其实有闪身，但他没有立刻去做追击，慢了一拍，然后又被方平彦打了第二波。对，好，对，时间差还是有修正的部分。尤其这么快节奏的比赛哈，我说真的抓那个时间差的timing很重要，容不得你动作上有失误。偶尔轻巧的一点拿到分数。哦，看起来林平彦得分效率更好哦。对，追击，下了3下，哇，第3下点到了。是。其实打军刀不见得动作要很猛很强，像有时候常常看到他们技巧比较不好的，都把对方打痛了。其实不需要的，因为他如果训练的好的话，实际上就是手腕在控制那个剑，那他是真的是叫做打上去就收手了，他那个力量他是会顿住的，不是放尽力气蹦这样子一刀砍下去，那个就不是技巧了，因为他不是这样打的，他很注重那个手指头跟手腕的这种运用，要收放自如。是，当然这个养成之道的路还很长，对，小朋友可能现在的技巧还没有办法达到收放自如的程度哦，他们要速度的话就只能加猛砍，对，猛砍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是必然的过程必然的过程，因为他总是要先出招，然后再精进，然后再非常的高超这样子。对啊，火候还要持续的练。哇，这一件很漂亮，抓那个时间差，那个严承凯顿了一下以后，他马上重新敲他的剑进攻。哇，你看很漂亮，很漂亮，这3点打得很漂亮。你看他们这2位选手动作轻轻的哈，但是有效得分就是亮了出来。对。好，
这个反击的非常漂亮。这一轮过招比较激烈一点。对，他是守中带攻啊，他去脱挡的时候已经在进攻了，利用那个剑二直接挡到以后，直接剑就砍下去了。哇，好快哈、哦！对，瞬间5比1，廖伯承就获胜了。这个技巧可以。好，下一个组别，正选对新哲。这一剑躲得很快，灵巧的闪躲哈。对，不然的话，这个蔡新哲的那个还击是很快的，他躲得更快。快速的偷点，蔡新哲第3分到了。是。打一个绕背的攻击。哦，正选也有分数。是。他轻轻的拨开他的剑，打他的，转个圈打他的手，哎。哦。蔡新哲真的都是以逸待劳哎，他都是在等简正选冲上来的时候再做回应哦。但是刚才那一剑他是被他骗了。对。哇，简正选连续得分，是追成4比4了。他用假动作骗了打他的手。哦，决定要决定不被动了，不等了。对，因为被动等待哈，结果不好，都被简正选连得2分，所以马上抢一个时间差上前做攻击。这样也不错啦，做一个变调哈，不要让这个对方的剑手习惯你的模式，这样就很好预测了。对。要打他的手，对，然后骗他的手。好，黄红军跟平彦，哇，平彦这个低身攻击哦，刚刚是用半龟姿的方式在出剑，
这是黄红军把他等到了，对，还击。哦。哇，这一件骗得很漂亮。打到手了。对，哇，他这个从中间由上往下劈的这个得分方式还蛮有效的。对，连拿了2点，同样的招式。刚一看又来。对。哦呦哎呦，往后缩。这一次是黄红军的得分。哇哇，这一招看是他的绝招哦。是啊，中线的劈砍。今年我们的竞赛办法，个人赛低年级跟中年级的组别呢，他们是用的0号键，那高年级是可以用成人键。是，老师，0号键跟成人键在长度或者这些细节上有什么不一样？它0号键就短一些，重量也轻一些，其他的那个金属元件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对，就是键条短一些。低年级选手可能还没那么有力哈，是个子也还比较矮小，用0号键就是尤其是低年级是。好，廖伯承看起来在这个组别里面蛮厉害的哦。对，格挡后的后撤追击，假动作再追再假，我们看他快慢，去让对方不好抓他的进攻节奏。对，哇，又是一个5-1哈，廖伯承。不错，打的位置、出剑的角度都还蛮刁钻的。好，下一轮的较量是陈凯跟辛哲。蔡辛哲是对后撤之后快速打一个反击，
对他这个打得不错。对，你看就是这样子。对，打得不错。这会让对手很气馁，因为是进攻无效之外，又被对方给得分。对对。他应该是打得相当不错的。看起来是蛮沉着有经验的。你说这个其实军刀基本上这样打才有那种美感。不一定要很猛力的去冲过去一刀砍下去，不是这样的。军刀不是这样打的。他真的有技巧。你看他刚才很小的动作，把对方的攻击拨挡以后，轻轻的嘣点一下就得点了。对。像有时候看到比较出血的，然后呢，裁判一喊开始，砰，就毛起来就劈砍，就一刀就砍下去。是。这个不是这样打的，对，需要时间。郑选获得领先喽。对，他就一点一点的打。对。他退得很快，动作很快。但他后撤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马步的稳定度感觉没有那么稳。再观察一下对，他有时候常常退得太快啊，是自己好像有点失去重心的感觉要小心一点。对，漂亮！郑选 C 轮较量是以5-3击败了红军，他是后来居上。对，刚开始是有一点落后，但是好像后面的节奏他越打越进入状况。对。好，又是博成。目前看起来，他应该是这个组别里面实力靠前段的选手。是。看一下平野有没有办法给他造成一些威胁。廖伯成就读新北的永福国小，永福国小在三重区啊。看起来裁判应该是在跟2楼的观众做一些沟通哦。看得太入迷，可能对，太靠前了，还是什么东西拿在上面，怕影响到选手哈，稍微跟他们示意一下。好，廖伯成追击出剑，哇，拿下了这1分，他还是厉害哈，现在是保持全胜的状况。
其实他就读的永福国小学校也是在击剑队的发展哦，蛮用心的。他们还会这个移地训练哦。移地训练对选手如果负担得起的话，跟时间够的话，是蛮有帮助的。是，因为可以跟完全不同风格的对手来练习。行者打反击的高手，这一刀被方品彦给砍到了。对，他要偷他的手，没偷到。当然，你看，但是这样的反击模式是蔡兴哲擅长的。是，看起来打起来很轻松啊。是，然后你看一个闪身之后的回攻，哇，第5分又来了。对。严承凯跟黄宏军，循环确实是对于选手体力啊、注意力啊、专注度等等大考验。对，比较考验的一关。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后，他们可以稍作休整，然后就会进入到后面单败淘汰的复赛乃至决赛。所以在这个阶段真的是要盯住，想办法盯住。好，袁承凯快速5比1。对，轻轻松松的，不过他打得很轻巧，这一个回合打得很轻巧。好，平彦对郑选。两个人都在做距离的试探哦。对。可能因为之前打起来的选手体型都比较相似，对。然后现在遇到一个体型上有一些差距的，就
对他那个击目标剑的角度就感觉不太一样，对，他那目标的感觉是不一抓样一下哈。对，郑选是这个组别里面目前看起来个子最小的，但他刚才那个逆转之后，我感觉他现在越打越进入状况了。对，所以技巧还是很重要的。对。大家选手们打完之后也是要交换这个电子器材，大家都动作也都蛮利落的，对，换起来都蛮快的哈。看来初赛的经验也都不错。在我们6月份的全国国小杯之前哦，其实在今年的2月份已经先举办过了全国第1次少年击剑锦标赛了。然后那时候也有蛮多选手参赛的，在这个组别里面，包含我们刚刚看到吴老师也是赞誉有加的廖伯承，现在要来对上蔡兴哲。那伯承就在2月份的这个第1次少年击剑锦标赛，他当时拿下 U13 男子军刀的第1名。所以参加的赛事很多哈。从第1次，然后到国小杯，再到第2次，或者是年底的这个基因年度大赛，其实每年来说，我们这些国小级别的选手，其实一年能参与的击剑赛事是蛮多的。对。中间如果学校还有这个预算或者安排，再做个什么交流啦、异地训练啊，其实每年的击剑生活是很充实的。是啊。好，很快哦，哇！伯承实力还是在这个组别蛮出众的，5比1耶。刚才蔡兴哲对上其他人的胜率蛮高的，但是对上廖伯承好像打不太开哈。对。他的那个反击的那一招，代表廖伯承的第1波攻击就已经让他很难去招架，他没有办法轻松的做一个反击得分。所以有时候选手之间彼此打的那个风格啊，有时候会克到对方，他打起来就是别扭不顺。是。比如说，也许用假动作要骗对方，哎，奇怪，对方不上当。对。我看起来这个组别大家都是惯用手，都是右手，好像没有左手剑。目前对，目前没看到。不然那个最明显，遇到左手剑的时候，哇，那个别扭感是最明显的。是啊。往前追击，下劈砍。哇，又是一个大动作的追击劈砍。是。黄宏军靠这一个技巧拿下2分了，现在已经是4分停牌状况。再一个吗？再追，但这次灯是亮给亮给了方品燕。他有抓到他的攻击了。哦，再追一个。对。逮到了这个黄宏军这样碎步往前追击的细节了哈。对，他有一个空档。哇哦，完成了逆转反击方品燕。不
错，这是阅读比赛的能力哈。是，即便你一开始处于一些落后，但是你一旦掌握到了对方攻击的特点跟习性之后，你善用这个样的观察力，对，然后你就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像他刚才就有一点那个时间差，就打得很好。对，他攻击前进，这个第二个动作的一个空档，他就马上狙击他。好，还没开始就打了，所以刚才那1分不算哈，但无所谓，因为陈凯还是率先拿下了第1分，还是要听裁判的那个指示。哦，他那个空档被对方抓到。对。哇，郑璇状态越打越好。是。嗯。招架下来，赶快。再往前做一点假动作，试探一下，尝试拨一下拨键。这分有哇哦！因为是他的攻击，是从晃一晃以后做了假动作，从底下刺上来。对，哇，那他这样子连胜3场了呢。有些选手一开始可能比较慢热哈，但一旦进入到比赛状况之后，所以这个渐入佳境，越打越好的样子。那有些就是可能一开始不错，但随着后面专注度的下降之后，后面可能就有点虎头蛇尾掉。这是每个选手的性质不太一样。当然出来比赛就是透过实战哦，然后看看你的同龄人现在在什么样的水准，然后大家彼此这个也算是以剑会友啦。虽然是场上是竞争者，但是大家都是击剑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交流。所以比赛也很讲究韧性。好，平彦先拿下2分。新哲擅长的防守反击还没有发挥出来，哇！被拿下第3分，那可能就平彦的风格上比较克制他一点。哦，有了，这是他擅长的模式。哦，也漂亮哦。对，开始喽，这个节奏抓到了。是啊。同样的招数，拿2分。好，这边往前做个追击大劈砍，哇哦，追回来了，3比3，打平了。哇哦，哇，新哲的，哇，哎，先喊个暂停，因为可能现场很吵，哦，听不到口令，对。哎呦。哇，他很会掌控节奏哎，对，虽然一开始处于分数上落后，但是他也不急，马上
把自己擅长的之后发挥出来之后，也很懂得利用一些及时喊停的情况对，去控制自己的节奏。而且他刚才5点里面，这有4点都是拨挡对方的箭得点的，对，很轻松。这是他主要的得分手段。对，好，这样进行，应该也到循环的后段了。博成目前还是全胜的状况。看一下红军能不能给他制造一点威胁跟压力啊。去年全国第1次这个少年击剑锦标赛的 U13男子军刀冠军，他们学校在女子军刀的表现也不错，在这个包含年龄比他小的吴佑璇啦。林佑璇，抱歉，还有吴鹏华啦、郑延安、张以欣等等都是来自永福国小，然后在全国第1次少年击剑锦标赛有名次的选手。博成还是对，非常好稳定的高水准发挥是，像刚才最后这一箭，他就是抓黄红军想要动，但是又还没有决心要动，箭一扬，他马上就进攻狙击他。这个在犹豫的一瞬间，他就经验跟各方面都很好。是，像这个动作也是，他现在这个奥尼尔的这个动作。很多选手想做这个动作，但是都没有，很少成功。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可是他不一样，他有信心，所以他做得很好。对方要拨他的箭没拨到，以后他马上就做一个尝试。不愧是这个2月份赛事的冠军，确实是有2把刷子。可以算很优秀的选手。有人的设备没拿好，不行，怕影响到剑道上的安全所以裁判马上示意把装备清走，比赛才能开始。打赢了太高兴了。对，打赢太高兴，忘了收装备。3-3。
好，这个图卡上反拿下4分的应该是品彦。哦，好，这样是品彦的获胜。今天14号，我们其实有6个项目在进行哦。那稍早的低年级的女锐、男盾跟中年级的男军都是已经比完了，所以我目前下午持续在进行的还有中年级的女盾，然后还有高年级的女子锐剑，以及现在看到的高年级男子军刀。待会随着比赛时间的进行，我们也会把这3个项目剩余的赛事都这个交叉转播，然后看看最后的成绩结果如何。然后之后到明天6月15号的礼拜天，就会进行到团体赛的部分。拿下第2分。做假动作骗他的手。好，这样子应该是在我们高年级男子军刀的初赛哈，所有的循环就终于打完了，选手们也是辛苦了。那我们待会等大会来进行一下成绩的统计，然后看一下是哪些选手得以晋级到下个阶段，然后我们再继续为您，我们沿路看哦，这个最高节奏的高年级男军最后的成绩会是如何？那我们的主赛道。这个剑道呢，先稍作休息跟场地的整理，我们待会再回到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下午有更多赛事会陆续进行，也请您持续锁定在3个转播平台上面，我们待会见。
好，时间是6月14号的下午4点43分。我们的转播见到呢，即将要进行的是中年级女盾的 Final 冠亚之战喽。来自台北市内湖立湖国民小学的周晴珍小选手，对上台北市中山国小的张博文选手。两位选手也可以算是这个同门师姐妹哦，因为两人都是在这个繁星击剑俱乐部在学习这个击剑哦，所以都是这个师出同门。哦，不过比赛一开始哈，选手的这个面罩有状况，其实面罩是保护你的面门的，非常重要。这个安全性不容妥协，所以一旦有任何的状况都要马上 check 一下。好，没有太大的问题。刚才看完这个军刀哈，我们再回到盾剑的部分，节奏就会比较慢一点下来了，因为盾剑是3个剑种里面有效攻击距离最小的部位只有这个选手的上身躯干还不包含2个手臂你看选手的手臂是没有这个电衣的，只有上身躯干这一块范围，还有这个颈部是有效得分区。同时击中的时候呢，也会依攻击权来得分所以不会有像锐剑一样这个两边同时得分的状况。这一次都没有得分，所以假弹示意在同样的位置再展开架势，同时亮灯分数给了张博文。
在繁星他们其实旗下的选手蛮多的哦，然后在今年的4月派了蛮多选手去参加第1次和风杯全国儿童少年击剑积分赛。那我们现在场上看到这2位选手张博文跟周晴真，其实在2个月前都有去报名参加，他们参赛的组别是 U11的女队。当时张博文是拿下了第3名哦，然后周晴真是拿下第8名。然后在今年的击剑杯，2个人就得以哦，代表这个繁星还有各自的学校一路过关斩将，在这一场 final 碰头。无论最后的胜出者是谁啊，这个繁星俱乐部都是一个对他们正面的效果。好，比数还是持续咬得蛮近的，现在6比6哦。这场同门对决看起来两边是势均力敌，5-5开的。进入到一个同时亮灯的状况，7比7。张博文把剑从下方的姿态往上去挑，尝试把周晴真的剑给拨开之后攻击，但是周晴真现在掌握到，这里刚才脚踝有被刺到吗？这个对剑的时候电光石火，其实有些动作真的看不清楚，要事后看选手的反应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但应该博文没有什么大碍哦，稍微缓和一下应该没事。因为他们的击剑长袜其实里面的保护性是很够的。后退，掌握机会有吗？这一分没有，在同样的位置，双方把距离拉开，再展开一回较量。哇，周晴真拿下了关键的第10分，恭喜他哦！当然2个人打完之后，也是比了一个动作哈，因为这一场这个中年级的女盾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个繁星击剑学院的内战啦，所以都是同门的这个师姐妹哦，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啊，因为已经是他们俱乐部的金包银嘛。不过晴真在较量上面是更胜一筹啊。那刚才也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他们这个之前去参加过那个比赛啊，那当时晴真的分数是比博文要低的，他是第8名坐收，但这一次的国小杯，他可以得以击败了这个同门的师姐妹哦，然后拿下了冠军。我们恭喜周晴真，最后是成为今年国小杯中年级女盾的冠军。张博文是以亚军坐收，2个人都表现得很精彩，有时候就是这种临场的发挥哈。做一个合体，留下这个美好的记录。好，那在这个主剑道结束之后呢，待会他们2位选手也会上颁奖台来进行颁奖。那今年的中年级女盾的赛事就在这边结束。那我们的第1剑道在稍作场地整理跟人员的这个调整，我们待会回来哦，还有其他组别的赛事持续在进行。我们待会再回到转播的现场。
好，比赛现在进行到的是高年级的男子军刀哦。我们已经在刚才的这个单循环打完之后呢，现在要进行到的是32强的舞台。然后转播到的第一场较量是林平燕对上方品燕。刚才才说啊，两位选手这个名字很相似哦，都有这个燕。在第3个字，然后可能是这个命运的安排，对，让两人在32强的舞台相遇了。所以呢，品燕跟平燕哦，待会只能有一个继续往下走。这个就是比赛的刺激跟残酷，哎。在刚才的这个初赛循环哦，两人也是分在同一个组别，所以他们先前的较量啊，我们也是有这个略观1、2，但是当然啊，进入到单败淘汰了，就会跟打循环赛的风格又会有一些不一样。是啊，对，因为毕竟现在没有回旋空间了，就是 win or go home 了，没有回旋空间，所以打得稍微再保守一点是合理的。哇！没有得手之后马上后撤，林平燕。哦，刚好推到后面，教练就顺便给他一些建议哈。对，真是很会利用时间。量，但是林平燕在那个分毫之差，快一咪咪。是，对，因为他有挡他的剑，挡到。哦，这一个追砍，有砍下分数，现在7比2。我们的高年级选手就会让他们打比较久了，因为刚才的低中年级是复赛决赛只打10点而已啊，但是高年级到了复赛跟决赛，我们是打15点。对，那只要有人先拿到8点，就暂停休息1分钟。对。培养也是教练好，赶快做一些战术上的输出，把握这1分钟，能尽量帮的尽量帮啦。当然，怎么设定还是交给选手在场上处理了。是，因为有的时候选手下场头脑是空白的。对，因为他还在喘息啊，在调整自己的那个呼吸等等。好，短暂的休息，现在比数是8比2哦。林平燕有蛮多的领先筹码，但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即将揭晓。砍到了，但是是无效区。哇，这个劈砍整个位置都跳到上面去了。是。哦，方品燕有追回来几分的趋势哦。对，他直接就采正面攻击。然后林平燕就是2、3次都是想要侧身去反攻，对，但是没成功。哇，这个手长一点哈。
漂亮架击之后的得分。哦，现在的节奏对于方品燕是优势哦。对。所以必须要打断一下这样的节奏，不然林平燕要被追上来了。所以刚才就主动往前去做进逼。好，追击的假动作逼到底角。哦，有得分呢。是因为最后的话，通常对攻方是比较有优势。是。哦，14分了，最后的关键一击，哦，算在品燕身上，但还有哇，好，关键的第15分出现了哈，这场双燕大战，我们恭喜仙林国小的林品燕获得了继续通往16强的门票啊。那另外一位方品燕选手也是表现得不错，尤其是几个追击啊，其实看到他不放弃的精神。是他在中段赶回来很多分数。是，但在整体的攻防表现呢，还是略逊于一筹，所以今年的国小杯止步于32强，没关系，再接再厉哦。明年还是今年这个下半年的更多击剑赛事哦，可以继续来参加。好，那在两位选手结束之后，我们下一个要进行的是李安佑对上陈立阳，这个就是另外的组别晋级过来的。刚才我们就没有转播到这两位选手，所以刚好透过转播来认识一下两位选手的风格。来自新北的文德国小，另外一个是国北教大的实验小学。其实我发现击剑选手来的学校五花八门哈，不会像一些个别运动就是集中在某几所学校而已哈。代表现在其实蛮多学校，公立的也好，私立的也好，很普遍，对，都有在做这个校队或是社团。好，陈立阳的追击，双方互相出剑，刚才那分是到了黎安佑的身上，面罩的感应掉了，那个头教练帮他头线松脱了，那个要夹住它才有通电嘛，对不对？是。哦，5-5喽，打得很焦灼。哦，但陈立阳越打他的裤子有点跑起来了呢。是，
是，对，那个膝盖的部分露出来了。这个状况要不要调整？其实主审是可以应该是暂停，对，应该是要让他调整一下。虽然那个虽然那一点露出的肌肤不多啦，但是就有可能。对啊，你说拳脚无眼，这个头剑也无眼，万一戳到哈。是。他现在造型蛮奇特的，有点像那个。有些年轻人穿那个牛仔裤哈，会在这个膝盖的地方对做一些对，故意把它切一个洞。是。好，先打到8分的是陈立阳，刚好利用这1分钟的休息时间，教练可以做一些战术调整了。国北教大的实验小学在今年参加台北市教育杯击剑锦标赛的成绩也还不错。他们简称北小击剑队。是。刚开始参加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北小是什么。真的哈，对。多参加几次哈，就会让这个击剑圈都认识他们了。是。李安佑现在把分数给反超，对，反超了，11比10，举一个高姿态威吓一下。跳，前方的下剑没有砍到。再点一下。哇！把陈立阳劈砍到连退了好几步，但重心还是有控制住。哦，哇，很接近哦，刚才是这样，平手了。双方刚才那一剑哦，都彼此闪开了对方的这个架剑的位置。李安佑来自的这个文德国小啊，其实对于击剑的历史也是蛮久的。在几年前，当时芬兰哦，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他们有出了一部电影叫做《The Fencer》，就是击剑大师，好被誉为是芬兰这个10年来最棒的电影哦。然后当年也是以这个黑马的姿态，在国际影坛拿下了许多的奖项包含这个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啦，还有奥斯卡外语片获选等等然后也获得了芬兰国家电影奖的最佳影片大奖。然后当年呢，台湾要在宣传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真善美戏院有特别特映，然后就邀请到了文德国小的击剑队来当他们这个特映会的嘉宾所以也是在推广这个击剑上有蛮多故事的。当然，现在这个击剑运动越来越被影视作品给当做一个元素。对，好，14比12，陈立阳听牌喽，能稳住。闪开回击吗？没有，非常沉得住气，再等一个机会，继续把李安佑往后逼，出手。结果被李安佑得分了。
他把他的剑架开。对。哇，关键的一分算在谁的？算在陈立阳的身上。恭喜陈立阳，很接近的一场比赛。对。不过靠着后半段有顶住压力，也没有犯一些太离谱的失误陈立阳还是获得了通往16强的门票。两位选手都表现得不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那我们的第一剑道待会回来会持续进行32强，我们会看到严承凯来对上毕宣琪。好，我们场地整理一下，等待选手的上场，待会再回到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的转播。好，两位选手，这个穿戴速度很快啊，马上就上来了。严承凯、毕宣琪都是台北的学校，大湖国小跟立农国小。毕宣琪连续得分呢。对，他比较采取攻势的做法。这组节奏打的就挺快的，很快就6比3了。是，好，7比3，还有1分就可以进入到1分钟的休息。好，先8分，有一个战术1分钟的调整。看一下陈凯有没有办法挽回一下现在的劣势，因为在互拼出剑的情况下，他的得分效率没有毕宣琪高。好，下半场的较量。毕宣琪穿的这一套电衣，好新的感觉哈。你看他的那个色差，就跟严承凯的那种，我们大部分看选手是像右边那种比较灰的这个电衣的这个质感，但他这一身。不知道是改良版还是怎么样，是很新，比较白一点，对不对？
剑的这个角度哦不太对劲，赶快示意一下，调整一下。不然打一打变金蛇剑了，弯起来了。对。分数拉开了，对，拉开了。现在10分的领先在毕宣棋的手上，稳扎稳打，应该获胜没问题哈。最后的1分，现在32强呀，待会16强、8强、4强哈，这个挑战会越来越大。对，好，最后的比数15比3，恭喜毕宣棋来自大湖国小的这位选手，算是蛮大的优势哦。击败了严岑凯，哇，哭了呢。这个，因为这样子就刷下来了。是，但我觉得这都是你代表你在乎比赛、在乎成绩的一种表现。对，所以眼泪都是这个养分哈。这一次吸取教训之后，下半年还有很多比赛。还有明年的国小杯都还有机会来参加。好，那我们在这个比赛持续进行之后呢，因为我们的第一剑道会进行一些组别的交叉来进行，所以我们待会会先整理一下，然后人员更换，稍作休整，再回到我们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的转播现场。是。
好，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我们持续在进行的是高年级男子军刀的32强赛。那待会在表定的5点50分要登场的是国北教大10小的陈立阳选手，刚才也有转播到他的场次。那他在32强的这个抱歉，我们待会应该是其他的组别我们待会再等这个赛会的图卡更新一下。好，陈立阳对上丁义祥。就一上来丁义祥连续取分的效率蛮好的哈。是。这次他就读的立农国小也派了好多选手来出赛。快6分，率先打到8分就会有一个1分钟的休息。现在分数持续在丁义祥的身上累加哦。对他蛮主动的。对。而且他在这个防守的时候啊，他刚才的几个动作表现是他不会把剑持起来，反而是垂垂的在地上然后快速的再做一个波挡之后的反击。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拳击手他们在对打的时候，你不把拳架起来，你是双手放下，是好像在展示说我就是要闪给你看的那个感觉。今年的国小杯报名人数是再创新高。今年我们报名的人数是来到了769名参加个人赛所以现在在板树体育馆，我们的赛程要排到4天，对，才足以消化。那今天是第3天了，在明天的6月15号还有1天。好，义祥持续在分数上握有优势，10比2。他现在就是一路分数有一个落差，所以他打得更轻松了。哇，这个分数还是在那立阳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像刚才那一剑，他就轻描淡写的就波挡就打到了。对。又得分了，确实两个人在这个对剑的程度上你就可以看到丁义祥有一种松弛感。对，好像不是那么紧张的感觉，但是
得分起来就很轻松写意的感觉。对，好，动作也比较敢做了，看他这个体格哈，也是结束了，蛮强壮的，在这个组别里面。好，15-2，丁一翔快速解决掉了陈立阳，这样他得以拿下通往16强的门票哦。今年办国小杯是由中华民国击剑协会主办，由联兴体育承办哦，所以不管是主办还是承办单位，都希望每位参赛的选手哦，能够从这个击剑运动中带来的纪律跟自信啊，然后进而培养到未来面对人生各项挑战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的协会哦，希望推广这个击剑全民运动的品格教育，还有具体的实践。好，下一个组别，叶继恩对上钟瑞琪。分数是3-1哦，继恩稍占优势，但因为也才刚开始，所以两边都还有调整的空间。好，这分瑞奇拿到，对，他的波挡不错，打一打头盔都会松掉哈，这样的强度。挡下出剑试探再追，叶继恩这一剑得手。哇，他这种远端的劈砍是还蛮防不胜防的。对，两个人战术打法都很类似，所以分数就会很拉锯。对，就是在一些出剑的角度跟速度一些细微的差距哈。对，但真的是互咬，现在咬成7-7，下一分不管是谁得分哦，都会把比赛带入到1分钟的休息时间。好，是瑞奇这边先拿下第8分，双方教练上来做一下指导跟调整。
有的教练肢体语言很丰富，是有的就比较斯文。对，有看有一些，当然因为这些已经是高年级的选手了，所以可能他们对于战术啊，对于一些技术的细节，比我们刚才看到一些中年级或低年级的已经更成熟了，所以教练用言语的描述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又转不到一些中年级跟低年级的，休息时间教练必须还要拿剑，甚至下来哈做这个身体力行的展示啊，小朋友才听得懂。但高年级就已经好很多了，对。不过毕竟在剑道上是还是要靠选手自己来解决问题啊。所以交代完之后，能够吸收多少发挥出来，这就因人而异了。好，这场较量的后半部分，我们继续来看，双方在左右拼剑的过程中，叶基恩追回1分，8比8，但钟瑞琪的突刺又亮出了红灯，再亮一颗。钟瑞琪的这个波挡还击啊，蛮扎实的。他有好几点的分数都是靠波挡还击来得点的。啊，你看，是，他至少有10分里面有5分是这样拿到的。又拿1分了，而且他的手，你可以看他持剑的时候，一开始要做他手伸得蛮前面的。这次是主动攻击，但是也是取得了好的效果。好，瞬间把比数拉开了。叶坚赶快及时的追1分哦，不然被对方拉到14分拼牌的话也是麻烦，赶快再追回1点。他这个是反波挡还击，是漂亮，连拿2分。哦，哇哦，打到摔下来哈哦，有风度有风度，马上上前示意一下。这1分对2个人都是很关键。对，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啊。是，这一点很重要。还在观察跟阅读。哇，这一分态势不一样了。钟瑞琪，好，14分喽。哇，再打到一次摔倒，代表他这个下劈哦，整个是重心瞬间往下拉。哦，你看，都是波挡的化解之后反刺得分，15比12。恭喜来自文德国小的钟瑞琪战胜了叶基恩。16强的考验就在前面了，要继续往前进。这样一整天的赛事啊，其实选手可以打蛮多场比赛的。对，对。你看，他摔了2次。好，下一场较量，哇，南投有一个地方叫北投国小，蛮特别的哦。南投的北投，对，南投的北投国小哦，这个很有趣。对，因为我们以往认知北投就是在我们台北的北投嘛，是，没想到南投有一个北投，哇，它是南中之北。那其实这个南投县的北投国小位在草屯镇文教巷43号。他们跟日本
山形县的新庄市的新庄国小啊，是这个姐妹校交流啊，所以蛮有趣的。对，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一些地名啊，也有像我们台湾有新庄跟三重，其实日本也有新庄跟三重县。好，我们就来看来自南投的张巡选手，他要对上淡江高中附设的纯德小学陈柏乔选手。张巡刚刚一边退一边刺啊，但是都被陈柏乔给化解了。我感觉出剑的犀利程度，现在看起来是陈柏乔再快一些。对啊，他的灯是再亮的快一点，因为他动作非常的直接，他没有犹豫。所以攻击权在他身上。你看，像一把弓箭一样，整个往前攻刺，是他的这个弓箭步的爆发力还不错。陈柏乔绑鞋带战术，当然鞋带是真的掉了，真的松了，真的松了。刚才吴老师有跟我分享一个这个绑鞋带的战术，是，就有些选手会利用这个教练会看到情况，示意一下裁判说选手要做这个鞋带的调整啊，是，然后上去可能做一下帮忙。你看绑不好。因为有时候你戴那个手套，对手会显得比较笨，就有时候绑不好。对，有些教练就会上来帮忙，顺便做一些这个交代。但那个吴老师讲的情况是，那个选手他穿的是没有鞋带款的球鞋啊，所以一示意的时候，那个裁判一看就说选手没有鞋带，所以就不允许这个暂停这样子。好，把鞋带绑好哈，安全性放第一。好，再开始对剑。哇，张巡连得3分，对他都拨挡得点，所以这是他的节奏哦，就是双方就直接在起始线，然后往前突进的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他反而是追个8比7，对，哇！所以刚才陈柏乔自己绑鞋带，对，自己拐气了哈。原本这个他都已经要把比赛带入到第8分了，结果绑了鞋带之后风云变色，好吧？那这1分钟教练的这个心灵鼓励就很重要哦，因为张巡现在开始有点把气势给打起来了。对，刚才那几点他追得很顺。对啊，因为他们就是直接从起始线，然后就直接2个往前对攻，对，拼那一下的分胜负，结果就是被张巡连续得分，然后陈柏乔也不信邪，就继续跟你这样拼，然后就连续掉了4分哦。所以说还是要及时调整一下哦。是，确实。那个反应快的话，对你如果发现从起始线你一直在掉分，你就不要去跟人家抢攻了，你开始往后退一点或者怎么样，可以技巧上改变战术，好，这场较量休息回来，后半段会怎么发展？
张勋继续亮灯。哦哟，打不到哈！陈柏乔想架下来，但是对他这一箭，张勋就是直接强迫式的压箭进去。哦，这一分有了，陈柏乔这一分，刺的角度对了，张勋就自己送上来。现在稳住了啊！对，稳住了，就连续就拉平了。哇哦，好险！对，往后退，角度拉太大，差点就失去重心了。哇！陈柏乔把剑的姿态压得有点低，对，想从一个下往上的刺击，但出现了漏洞，破绽，被得分了。小步进逼，小步进逼，双方打了一个交错哈。对他把他拨挡，他知道他要打他的上半身，所以他等着他。哇！结果率先来到14分听牌的是张勋。哇！成功架下。对。这一集没有打到，然后现在要防守后退了，有机会吗？架到横扫，有扫到吗？结果是陈柏乔得分。对，哇，张勋刚才那一个横扫被陈柏乔压头之后，闪身闪过了，哇哦，这个下刺激了，刺激了，14比14，好一翻两瞪眼的一集。100%的专注度拿出来看一下这一分。14比14，哇！最后是判给了陈柏乔啊！是哇，这场比赛真的是哇，哭了，因为这个情绪的大起大落哈，真的是。而且本来他已经领先了一小段差距。这场比赛是反转再反转，没错。原本是陈柏乔，然后在进入到8分前后，张勋连追了几波，对。然后回来之后也是张勋率先拿到这个双位数，对。结果后面陈柏乔又稳下来了，是。所以真的是反转再反转。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哦，这个心情的调试就像在洗三温暖，所以有时候赛后也是忍不住啦。对啊，因为。会哭代表你在乎比赛，在乎表现。没错。有时候你不一定是输了，对，当然输也是结果，但有时候是你会觉得哇，你最后怎么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住，会为自己感到惋惜这样子的感觉。但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两位选手也都表现得很棒，我们要给予两位选手鼓励哦。对。好，辛哲跟永祥，哇，辛哲也顺利闯进到这个舞台了呢。稍早在这个初赛的循环啊，看了他好多场比赛，打防守、波挡、反击非常有一套的选手，现在到了32场舞台，能不能带着这项优势、这个武器哦，继续迈向16？那考验就在杨永祥这边，可不可以给予他足够的压力？哇，打到整个下盘的马步都不稳了。是因为
他前进的时候那个脚尖没有向前，是，他是横的以后就自己拐自己了。哦，主审有发现啊，他跟刚才那个情况下，打到那个膝盖的那边肌肤有露出来啊，示意要赶快把裤子跟那个袜子对装好。哦，这一分有哦，没有，他退到场子外面去了，直接把人家逼退到后面哈。对，退到场子外面去了。喂，蔡兴哲突然的反刺，好，率先8分出现。好，永福国小今年也是有蛮多选手参赛的哈，所以教练也是蛮忙的，对，带的选手有点多，他要一场接了一场的，对，很辛苦。教练带选手，尤其是这种小学的那个位阶啊，是真的很辛苦，又不能不严，但是又不能太严，因为毕竟小朋友嘛。对，确实很辛苦，尺度哈要把握得很好。对。当然，他们永福这一次相当的不错，在32强好几位选手晋级，包含我们前面吴老师也是赞誉有加的廖伯成，也是永福的，然后还有曾玉明，以及现在画面上的杨永祥，还有刚才的叶继恩等等哦。这次永福军团其实在男子军刀的战果还不错，对，也表示学校也很支持啊。是，那学校支持，家长又踊跃，所以小朋友的那个参与度就很高。对，另外包含文德还有立农，刚才也都好几位选手是来自这些学校的，也都是除了代表个人啊，也代表学校的荣誉，看可不可以在今年国小杯的高年级男军这边为学校再添一冠。好，这一点很有趣。哎，他换左手了耶！是，现在比数拉开了。是，所以杨永祥是左右开弓哦。
哇，最后一点啦。嗯。翟信哲追击有哇哦，又是这个攻击头部的劈头攻势，还是劈头4？对，这个技术特点还蛮明显的哈。好，恭喜蔡信哲，率先拿下15分，击败了永祥哈，可以代表他的学校三重区的三光国小，继续把成绩往前推进。他的同门师兄还包括了萧红林，是目前32强哦，剩下唯二2位三光国民小学的选手，所以看带着学校的荣耀继续往前走。好，刚才几波对剑哈，对。好，下个组别比赛开始。运动国小的余博庆对上复兴实中小学部的陈思维。哦，博庆这一身电子衣也是颜色比较特别的，对，很酷的，哎，是比较深色蓝色的这种。现在新式的电衣它允许有这样子的颜色哈。直接把逼退，哇！对，这也不错哦。对，这也是一个战术的运用哦。啊，直接逼出1分。是。两人互相在敲击对方的剑。哇！连续得分，陈思维越打越嗨啊！要抓到节奏，是越吼越大声。对，有时候抓到节奏是打起来很顺啊，所以你进入你自己的心流了。对，哇！连续的4分，把比赛带入到暂停。哦，教练也觉得他表现很棒，赶快坐下来喝口水，嘿嘿，保持这个状态。现在我们的转播虽然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但其实赛事从更早就已经进行了，所以选手其实比到现在哦也好几个小时了，要保持专注度跟体力啊，看蛮累的啊，看他的表情，对，有点累，加油啊，再坚持一下。
可能是有一点挫折感，因为比数后面这个几秒钟被拉开了。不过应该打起精神，要追，追，哎。哦 ，OK， 有一些状况哈，裁判提醒一下陈思伟。他先从他的肢体动作整个自信打出来。对对，他打得很流畅。哦，这一波博庆还好那件有削到哈，不然他其实破绽出现了。对，这场较量15-10，陈思维整体的表现更胜一筹哈。博庆也是压力表现比较凝重，但这都是比赛的一环节哈。对，都是或成长的必经之路。其实有时候打输反而是好事。对，可以让你这个正视你自己哈，还有哪些部分要做到提升。对。国小杯当年参加过的国手包含了陈一通啦、李让、陈志杰、洪立祥，我相信他们也一定都有面对过这样的阶段，是不甘心输了然后哭，对，但是下去之后怎么样提升跟改进才是课题，然后这样一步一脚印走到现在这个中华队的国手身份对，相信也都是这些小选手们的偶像啦。好，紧接着是曾玉明对上平彦。曾玉明打得蛮激进的哈，3-1。后退，注意一下空间哦。有林平彦这一波往前的逼近是有效果的。
互刺的亮灯，曾玉明得分。哦，喊停，他觉得他的剑哦角度怪怪的，不，整个弯掉了。对，变成金蛇郎君的金蛇剑了。弯的幅度比较大，没办法自己调整，请你的教练帮忙调整一下。难免有时候在近距离做这种突刺的时候，越打越弯，越打越弯。对。好，都被曾玉明格挡下来。好，哇哦，这一波漂亮哦。是。往前2波的波挡之后，成功杀到林彦平的有效得分区，8比4，率先把比赛带入到1分钟休息。曾玉明，哇，林彦平的教练，他们俩比较沉稳，他是坐着指导，坐着讲，而且距离有点远啊。对，是很稳的。是，那嗓门也要够大才听得到，不然。距离有点远，所以靠近讲了。看各个教练都会有他的风格。是，现在的教练也都蛮年轻的哈。是，很多教练当年都是选手出身的，现在他们这经验啊，各方面啊，就变成教练，足够来做一个继续击剑的这个基层的栽培，对，跟传承。曾玉明看起来出手还是快啊，不过林彦平这边也慢慢的追上。是，他并没有气馁，他还是继续在保持他的攻势。好，13分到手，距离晋级的资格越来越近。哇，彦平，哇哦，还好这分有拿下来哈，不然刚刚已经整个蹲低了。对，他刚好蹲低去拨挡。对，已经没有脚步了。如果那一分没有拿到的话，好，但很可惜哦，比数15比7，彦平的反击还是没有办法击败玉明，所以这场比赛的获胜是来自新北永福国小的曾玉明选手。15比7，可以继续迈向16强，来接受更多的挑战哦，看看今年在国小杯可以走多远。再回顾一下刚才的一些精彩的攻防。好，那在我们高年级的男军哦这一个部分，我们的32强在其他剑道有持续在进行。
待会我们会进行场地的整理跟人员的更换，待会回来带观众朋友看高年级的女锐，我们换到女子锐剑的组别，我们待会再回到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我们倒数第2天16号周六的转播现场，待会见。好，密集的赛事，我们紧接着登场是高年级女子锐剑的8强舞台，同样是8强。来看到台北市忠孝国小的蔡欣璇，挑战的是桃园新人国小的简宇乐。蔡欣璇这位选手在去年的12月的那一场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我跟吴敬德老师也有转播到他的比赛。是的，是，而且我记得他拿下蛮好的成绩哦。所以经过了半年哈，今年又出现在了国小杯，应该是更精进了。对，应该是更精进了，没错。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欣璇，半年时间不见了，还有一些哪些技术特点又进步了。我们刚刚看的是军刀哈，现在整个节奏又换回到锐剑上。哦，头发不能对露出来，对这个裁判算很客气了，是先口头上提醒他，这个是符合给黄牌的标准的。是。头发也算是你这个身体的一部分的延伸哈，不能露在护具之外。最主要是危险，对，因为他剑在交锋的时候，有时候剑把那个头发卷住了，非常危险。好，短暂的服装仪容整理之后，对，再回到比赛。就变成近距离的互戳哈。对，这个时候比较不容易有技巧。蔡欣璇持续的把简宇乐逼迫到剑道的后段，陈卓的得分方式打了很久，但是陈卓拿下这1分。
不然你把对方都已经逼到剑到尾声，但是你最后失分了，哇，那个心态上也是会，没错，失落感会蛮重的。那因为他们是高女组嘛，所以要打15点，然后时间其实都够用，对。高年级的锐剑哈，还有盾剑，我们都是可以打到3回合的，所以每回合3分钟，再加中场休息哦，其实时间真的是蛮充足的。对。哎呀，这一波架剑是啊，架得很稳哈。对。隔挡之后，顺势对方剑的这个力道之后，进行一个反突刺。哇，又刺到了啊！对，所以蔡金元的这个距离感开始抓到了。时间到，两人打着打着哈，对，都没有注意到，很入神，太入神了，对，很专注，很专注。好，1分钟的休息时间。哇，教练直接身教啊。这样让选手更具体的知道什么问题要调整。这里也是哈，对，代表两边的教练的观察力都是非常的仔细啊。他这个是那个俄罗斯的教练。吴老师这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俄罗斯的。是啊，因为他之前也曾经在协会那个聘他当过教练。OK。给了尝试戳一下蔡金璇的腰部位置，但没有得手。哇，反而是被蔡金璇戳中。刚开始的时候，蔡金璇还稍微有一点乱，对，但是呢，打了1-2点以后，他就稳下来了。所以他现在都很细腻，他有好几点都是很细腻的刺对方的手，对，稳下来了，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压力在简宇乐这边了，是的，对，因为他时间对他来讲是比较辛苦的，对，比较辛苦，而且比数也有一个距离。不过看起来他的节奏被蔡金璇把他带走了，他应该要改变他的节奏了，差了5分，打破一下现在惯有的模式。对，他如果用这种模型的话，因为你现在这样互拼各1分，对啊，你只是在距离这个你进了一步，对方也进了一步，所以还是没有原因，而且
到了15步就谁先获胜了，对，等于是距离输又更进一步。对，最重要的是那个节奏感，他的节奏感现在他跟着那个蔡新璇在动，在走，对他应该要改变，把它打破，对，才会有那个不同的那个结果出来。但可能蔡新璇这位选手的特点就是他就可以慢慢的，是，然后不知不觉让对手对来配合他的节奏。你看他一点一点的一磨，你看就这样子，他磨着磨着磨着，他分数一直上去了。确实这种选手，难怪去年转播到这个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他可以拿下好成绩哦，确实是有一套。是。好，娱乐再追击一下。对，娱乐也是稳下来喽。他也是不慌不忙的，一点一点的要回来。哇哦！很不错哦，他一样用蔡新璇的打法，也是慢挑的，然后再刺，对。好，双方的 Round 2啊，进入到最后的读秒阶段了，绝对是要打完哇！但是在快结束的时候，被蔡新璇拿下了第13分。这个士气上有点伤，但是不要气馁，赶快把这最后的3秒坚持完。好，走完时间，两边都很保守，要把决胜局留到玩 Round 3。对，教练的描述，虽然我听不到他在讲什么，但我觉得他的描述非常的生动。是。那想跟吴老师请教，早年是像我们台湾在发展击剑运动，如果需要一些外教，或是找一些这个外国的友人来做教学的话，我们通常是找哪些国家的？基本上都会找欧洲那边。欧洲那边，因为在早期的话，这个锐剑这个项目对，在欧洲它是比较强的，比较强一些。对，所以都会找，因为之前亚洲还没有那么崛起嘛。对。后来是中国，当然就赶着比较前面，香港啊，中国那。早期的话，还是在欧洲，还是以欧洲为主，对，欧洲为主。哇，两边都蛮保守，不敢轻易出招，因为到了很关键的时候了。因为两个人分数很接近。对。所以都是试探之后就又往后缩一点，是都要等到很有把握的那一个感觉。哇哦，蔡新璇14分进来了，那娱乐现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啊，但加油，还有机会。蔡新璇开始加压了，往前小步的这样绥进，去突破你的防线。给你增加心理压力。
然后你一极有可能被他找到漏洞，对，这就是他的风格。哎呦，结果极刃往前突刺，想打一个近身战的时候，被蔡新权抓到漏洞了。对，这好像他这一点自己送上去一样。是，他见架子他自己过来了。对。不过双方都很紧张嘛，是，都绷得很紧，很接近的一场比赛。是，对。好，这样恭喜蔡新权啊，在去年的12月有转播到他的比赛，6个月不见，表现依旧是非常的亮眼哈。我们待会持续看这位选手能够在今年的国小杯高年级的女子锐剑呢，能够走到多远。
好，今年的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啊，我们在周6的转播持续在进行，时间已经是下午的7点07分了。我们高年级的男子军刀呢，也开始要到后面啊，这个强度提升的8强赛 Table of 8。那我们率先看到的这一组较量，是来自台北市北投区立农国民小学的胡昭明，要对上新北市三重区三光国小的萧红林。好，第一分，萧红林先得分。哇，很快啊，进退。萧红林选手也是代表新北三光国小啊，最后一位能走到8强的选手，他的这个同校的师兄弟蔡兴哲在前面没有办法晋级啊，所以8强舞台他剩下是硕果仅存的三光国小代表。那至于胡昭明选手这边的立农国小就还蛮兵强马壮的，包含昭明，包含丁义祥，他们有2位选手闯进到8强舞台，其他包含永福啦、文德啦，也都是有这个其他的选手晋级。哇，这一闪身的回击蛮精彩的。对，好，这个又是闪身，但没有出剑。追砍，有了8分在手，萧红林先把比赛打进到休息。教练都蛮年轻的哈，是，也是辛苦一整天。他们又是教练，然后又是这个小朋友在赛场的保姆，对，没错，所有吃饭啊、医疗啊，所有事情都要顾到哈。对。好，休息时间差不多哈。对，2位好，时间跑完它，那比赛后半部分就继续。哇，互戳，分数是萧红林的，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个进攻权，所以是。可以看到立农国小这边的教练马上有提出疑问，那当然我们主审裁判也是有做出解释。哇，蹲低的刺激。有胡昭明这一个蹲低刺击有，对。哦，连追2分，看可不可以发挥左手剑的优势哈。对。哎呦，漂亮哦。对。所以这个起始点，哦，想故技重施，继续尝试用这个分数去打。那萧红林应该也及时调整了。
因为胡昭明是左手剑，对，如果他能够控制到那个萧红林的剑的话，他左手出手的话是很难挡的，对。但是萧红林是稳稳的一件一件的，对，因为他有分数上的领先对优势哈，对。往上拨之后绕一个圆点，哇，又是一个蹲低的出其不意，哇，他这个蹲低刺激还不错哦。对，有时候会有这个出其不意的效果。对，这个骑兵。好，双方是分数上互有往来哦，但红林这边还是握有蛮安全的领先筹码，所以现在还差2分，他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他刚才那一点是打得很漂亮，对，他利用胡昭明出剑一半的时候去抓他的剑，然后反攻。哦，两边的这个后方的线的器材都有点，对，被裁判都提醒一下，调整到位再进行比赛。第14分，这一个互相击中，哇，是给胡昭明，他还有机会，不要轻易放弃，对不对？再看还有什么奇招，赶快把它展现出来，因为已经是背水一剑了，没有退路了。哇！结果亮起了绿色的灯号，代表萧红林拿下了获胜的第15分。哇，进入到8强真的是不能侥幸了哈，没有侥幸，就是必须要稳扎稳打，然后靠绝对的实力哦，才能够继续迈进。我们恭喜三光国小的萧红林选手啊，击败了胡昭明选手，得以继续通往 semi final 4强的舞台。他们这个组别晋级到8强的选手哈，也是要等待其他的场次结束后才会到我们的第一剑道。那观众朋友再稍等一下，我们这个击剑杯今天礼拜6的赛事即将进入到尾声哦，但我们的全部的赛程还没有结束，也请您持续锁定在我们的实况转播，我们待会见。
好，在我们的第一剑道持续有赛事在进行，我们高年级的男子军刀已经进入到4强舞台了。那即将展开对弈的2位选手是来自永福国小的曾玉明对上三光国小的萧红玲。2所国小都是位在新北市的3重区，所以是一场3重内战。那2位选手在这个组别进行的同时呢，另外一个场地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组的4强赛，是丁义祥对上廖伯成。然后这2场的获胜者，待会就会在我们的第一剑道进行今天礼拜6最后的压轴场次。高年级男军的冠亚之争。不过双方的第1分哦，有一些感应上的问题要做确认。也可以透过镜头近距离看一下选手们的这个配件哈，平常在远远的看。对，因为主审看到他有那个打中，但是没亮灯，所以就知道赶快停下来。没错。对。哦，所以脱下头盔是器材，可能要再做一下检查或调整哈。所以你看，外观都看不出来，但是它就是会出问题。是。那吴老师，我们通常选手在比赛，他们的这套服装就有备用的来了。对。这不知道是选手自己的，还是从其他同学身上扒过来的，都有可能。因为像这种的话，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汗水，汗水进它因为感应打完以后都是手都是有汗水去摸嘛，然后它对造成那个感应会出问题。好，我们确保最严谨的公正性没问题哈，我们比赛再展开。还好刚才是发生在一开始哈，都还有调整的空间，对选手的这个心理影响也比较小。所以裁判的经验很重要，他一看就不对。对，因为他有看到有砍中，但是呢没亮灯。哇，挥空2下。是啊，哇，萧红玲的闪躲技巧不错哦，马上就跳开。对。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个第一剑道刚才是高年级的男军跟女锐哦，这个交替比赛，也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的女子锐剑哦，刚才在其他的赛道已经全部打完了。那很可惜没有在第一赛道进行哦，因为是这个蔡新璇对上李同恩哦，也是去年12月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我们看到的那一场较量，等于是2个人又完成了一次 rematch。对，那当时在去年的12月那场 U13的较量是蔡新璇拿下了冠军，然后呢，在我们本届的国小杯，李同恩完成了甜蜜的复仇啊。本届的国小杯是他拿下了冠军，然后新璇拿下了亚军。然后都是表现非常精彩的选手，也值得观众朋友的关注哦。所以也在这边插播，跟大家报告一下女锐在这个镜头之外的表现。那我们再回到镜头内的这个男军的部分，现在分数是此消彼长的在增加，但是玉明是有着3分的领先。哇，这个环节很漂亮，但是没砍中。好，曾玉明还是先拿下了第8分哦。越到后面越要坚持住，因为要赢了这一场才有对，才有下一场，没错。所以这样你看。参赛选手这么多，你能一路这样子先打初赛的循环，然后在64、32、16这样一步一步过关斩将，
真的能走到4强的都是强者了啦，都没有侥幸的。对，确实，其实进了前8强都很不简单。是的，对。而且进入到学校，如果以学校来区分的话，目前4强选手，三光跟立农各有1名，然后永福有2名哦，所以永福代表是蛮有机会，这个他们夺冠的几率更大一点，而且他们的2位选手还刚好是拆在2组，是，对。包含我们现在看到左边分数领先这位曾玉明，他就是永福的，然后他的同学廖伯成正在另外一条剑道奋战，对。所以待会如果2个人都领先的话，冠亚军会不会是一场永福内战啊？我们待会可以来观察一下。好，刚才确认感应没问题9比5的分数继续在进行。哦哟，好快！对，萧红林突然的一个偷点，对，这个偷得很漂亮。在曾玉明都还来不及出剑砍的时候，就先偷到这一分也是感觉这一分算是玉明的了。对他的攻击非常的顺畅，没有停顿。不然刚才萧红林的出手也是很快。对，只是他的时间没有抓好。对，哇，这个大角度的前刺没有吃到。萧红林退得很快。对，他后撤很快，然后进逼，哇，这一分又有了。13比7是，慢慢的曾玉明在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优势，关键的14分出现了。好，最后这一点，哇，是算在红林身上，那还有机会，比赛还没结束，但是双方现在有着6分的差距着实不小。代表曾玉明有很大的容错空间，但是他没有打算给对方机会对，这一刀给扫到之后，获得了15分。我们恭喜曾玉明，代表永福国小取得了冠军战的门票。对，当然红林表现的也很精彩也替他拍拍手。那么这场3重内战呢，获胜的是曾玉明。我们的第一剑道稍作休整我们在等待另外一场。丁义祥跟廖伯成谁能胜出？然后呢，他们即将在冠军赛来会师曾玉明。观众朋友，这个压轴场次好久成瓮底，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回来。
剑气飞扬，童心无双。1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最后的一场压轴场次，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永福国小的内战，廖伯承以及他的同门师兄弟曾玉明哦，确定这个先帮学校金包赢了啦。但是最后的谁更高一筹呢？就要在第一剑道来分个高下。两位选手也是一路过关斩将哈，当然非常不容易，对，非常不容易。包含左边的伯承，在小岛的初赛循环哦，我跟吴老师也是看了他许多场比赛，你对他的一些细节非常的肯定哦。对，确实代表永福的这所学校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两位选手最后都可以走到决赛，这个蛮不得了哈。他这个是。我们说的是一个像打军刀的剑手，是。你看廖伯承电光火石之间打的玉明稍微有点不知道怎么来做反应，好像你手也会被得分，你去抢攻也会被他得分的感觉。是，哇，你看反击之后的劈砍，对，这个一气呵成的感觉。哇，好快啊！8比1，对，稍微比我预料的要再快一点。我想说，两位同门师兄在冠军之争感觉会有来有回一点哦，但目前看起来玉明稍微是被伯承拉开了分数。对，尤其廖伯承刚才最后这一点是非常的漂亮，他在曾玉明好像要进攻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抢先那个时间点去狙击他，把他的剑打开，然后反攻，这是蛮细腻的动作。是，不愧是今年这个在2月份举办的全国第一次少年击剑锦标赛廖伯承选手就是 U13男子军刀的第1名所以4个月过后呢，感觉他有继续保持他冠军选手的状态。对。当然比赛还没结束，我们要继续看，但至少上半段目前看起来廖伯承的赢面是大比较多的。一分一分打对。那因为军刀很快啊，非常快。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及时调整过来的话，可能比赛的节奏就定掉了。对，说不定眼睛眨一下已经打完了。你看廖伯承又开始连续得分了，哇！现在9分的领先在手这玉明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都走到这个冠亚军的舞台我相信他也会有期待，把他自己能发挥的东西发挥出来。逼近，哇！感觉他是不是有点累了？刚才他往后退架刀的时候，他其他的步伐已经对他好像渐渐是垂下来。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教育啊。虽然你现在已经落后10分了，玉明可能就觉得机会不大了，但是你该有的防御、该有的态度还是要展现到最后一刻，奋战到最后一刻。是啊，刚才在被动防守的时候，感觉就已经有一点点放弃的感觉，稍微比较可惜一些。哇，当然廖伯承步步进逼哇，真的，一场冠军战被他打得好像轻松写意的感觉一样，那代表他的整体实力还是很可怕的。好，在今天的高年级男子军刀这一场永福国小的内战，我们恭喜廖伯承选手最后是以这个15分巨大的领先优势击败了同门师兄弟的玉明。好，我们从12号到今天这样连续3天，我们个人赛终于全部都打完了。我们是不是请吴老师帮我们点评一下这3天你观察到个人赛选手今年在国小杯的一些表现呢？是，这个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第一个，参加的选手越来越多。对，今天有760几位。是，然后说实在话的，这个几年下来
一般的平均的那个击剑的技术水平跟作战观念其实进步很多。是的，是的。那尤其是到了高年级的阶段，那诸位也看到了他们的表现。其实如果可以想象，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将来击剑界的人才。一定是。他们到了中学，到了大学以后，大专，然后到成年，我想这样一路传承的话，就会有更亮眼的成绩。是，尤其像李让啊、易通啊，他们都是一路这样子走上来的选手。没错，都是从国小杯磨练上来的。对，所以我想这个是也是击剑协会呢着重在这一块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是人才库都在这里，将来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的将来。没错，好，我们也期待这个选手们。透过今年的这个国小杯持续的精进自己的剑技，未来在国手的荣耀之路上呢，能够越走越远。不过也要提醒您呢，我们的赛程还没结束哦，在明天的6月15号，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频道，我们会持续带来转播。那明天就会是团体赛的部分，也又是由我董进桥，还有我们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监事吴敬德老师在明天为大家继续带来讲评。不过要提醒您，明天我们的转播会从上午的8点30分。就进到我们的转播现场，所以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频道，但是时间提早到8点30分，也期待与你明天在这个频道相会。我们继续来为这些击剑的基层选手来关心他们更多的精彩表现。那我们明天见，拜拜，谢谢，再见。